这才是景区赚钱的天花板，给活着的诸葛亮办葬礼，可棺材却不给留透气孔，果然没多久就吸引来不少看热闹的游客。丞相，亮，再不能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诸葛亮犹豫了一下。我是现在就死吗？对，秦总剧本就是这么说的。对于此，诸葛亮苦笑了一下，继续酝酿了一下情绪。亮，再不能临阵讨敌。说罢，诸葛亮缓缓地闭上眼，那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，羽扇也落在了地上，士卒酝酿了一下情绪，随后跪倒在地。丞相，远处秦瑶看见这样的一幕，忍不住大加赞誉。你还真别说，诸葛亮的演技那是非常好，连最后没了的时候那语气都没毛病，这都是人才啊！士卒的演技也很给力，哭声惊动了正在演武的士卒。不多时，演武场上竟哭成了一片。正儿八经的出殡后，4轮车上的诸葛亮被抬到了营帐内。秦总，那亮现在进棺材，反正早晚都有这一出，就当提前适应了。诸葛亮毫不犹豫就往棺材里爬，没想到大小尺寸竟然非常合适。爱卿找的匠人手艺不错，相府躺进去看着很是不错。臣也觉得合适，看丞相躺得多舒服啊！不是，这时候弹这玩意真的合适吗？刚躺进棺材的诸葛亮差点没忍住，直接弹起来诈尸了。行了，赶紧干！不对，封棺！蜀汉一群人把棺材盖好后，刘禅竟拿着锤子和钉子就要往棺材上砸。别介，孔明先生不是一次性的，下次还得使呢。你还真打算给他封死在里面啊？刘禅这才恍悟了过来，连忙把钉子和锤子都扔一边去了。就是啊，这是排练啊，这真得封死了，直接把诸葛亮真给送走了。然而就在排练即将继续时，棺材里的诸葛亮此时却有别样的感觉。这就是棺材的感觉吗？果然压抑，果然是叫人连呼吸都不顺。咦，怎么还有些昏昏欲睡？不对，很不对劲，亮真要没了。诸葛亮瞬间慌了，开始疯狂地敲起棺材来。丞相诈尸了！屁话，丞相活着呢，哪来的诈尸？啊，对，差点把这茬给忘了。不过马上排练就开始了，丞相咋还敲棺材呀？让游客听见，这不是闹笑话吗？相夫莫急，排练尚未开始。哎呀，相夫别敲了，知道你心急，但是你别急。下一秒，棺材盖忽然被推开，就见诸葛亮从棺材里一屁股坐了起来，而后大喘着粗气，那样子就跟没吸过气似的。孔明先生，你这是过于压抑，难不成诸葛亮这还有幽闭恐惧症？那就有点麻烦了。非也，秦总，亮难以喘息，喘不上来气来呀。秦瑶愣了一下，下一刻立马明白了。好家伙，棺材密封性太好，氧气细软，给咱孔明先生憋着了。快给打个眼，快给棺材打个眼。给棺材打了眼后，棺材便被抬了出去。刘禅飞速地跑到外面迎接，跪在地上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看来压根不用准备辣椒、洋葱、芥末啊，说哭就哭，牛逼！等蜀汉这群人哭上一圈，抬起棺材就开始继续走，期间还放起来了音乐。苍天啊！排练完毕后，围观的群众还在依依不舍。呜，太感人了。还得是咱灵山景区，光是表演人物就能立体起来，那就真请了真人来一般。请的就是真人，只是这一点游客不知道罢了。另一边，秦瑶他们将棺材打开，才发现诸葛亮躺在棺材里面睡的那叫一个香甜。这都能睡着，好大的心啊！丞相殚精竭虑，委实辛苦了点。丞相已经不知道多久没好好休息过了。秦瑶手一挥，赶紧回去吧，叫你们丞相多休息会。秦瑶正想带着蜀汉这群人回去，带着一群人复盘。朱棣突然策马而来。秦总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不认识，我来喊上一声。那你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不就好了吗？你还跑来一趟，你不急着找朱允文啊？叔叔找侄子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，朱棣是每天白赚1块钱，朱允文是用尽浑身解数，锲而不舍，反正到现在都还没成功过。秦总，你手机没带。至于朱允文，不用找，他挖了坑将自己埋起来，只留一个管子透气，我也不好第一时间就找到他，干脆就顺带转转过来和你说一声。真不拿朱允文不当人啊！朱允文这不知道是谁给出的主意，又给卖了啊！卖了也就算了，每还得叫人家要么在水里，要么在树上，要么在地下待那么久，悠着点啊，别把人孩子给整坏了。对了，找我的人在哪呢？超市那边。秦瑶来到超市，就看到那摄影师扛着器械在打转。巧了，正想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，咱们马上就有新节目开演。摄影师却冷笑了一声：“你放屁！新节目都上好几个了，也没见你给我打电话，你特么是找了别人了，还是忘了还有我这个人呢？打你电话你还不接？”秦瑶讪讪一笑，因为他确实把摄影师给忘了。最近忘了营业景区的官方账号了。秦瑶这一笑，摄影师更气了。看，就知道是这样，得亏我特么自己来了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咱们一开始说好了加钱。秦总说的那里话啊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新节目是啥？前面的节目要不要补一补？我那摇臂还在吧？最近我又新学了运剑，效果好得很呢。秦瑶搞定摄影师后，就带着他回到了蜀汉排练处。这样，再来一次，再排练一次，后面咱们就开始正式表演了。
蜀汉众人纷纷点头，很快收拾了一番，再次排练起来。吃饭休息的时候，秦瑶顺带叫3位神医给诸葛亮看了看。要多休息，不能一直劳累。史书上说你事必躬亲，都是凡人之躯，这谁也不行啊。说的是亮以后会注意。下午，景区里听说有新节目，里里外外竟堆满了游客。表演的是诸葛亮出殡是吧？这节目好啊。丞相病逝5丈原。各位久等了，下面节目正式开始。没见过这么表里表气的大男人。烈日高温40多度的天气，他却穿了足足5层衣服，然后躺进棺材里。来了，诸葛亮，我去，这扮相。好家伙，灵山景区也太牛了，这跟真人有什么区别？诸葛亮被士卒推着巡视一圈后，终究还是呆坐在了4轮车上，遥望着远处。悠悠苍天，何薄于我。话音刚落，他手中的羽扇便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。丞相，士卒们痛哭流涕地跪倒在地，演武场内一片悲戚，悲伤的氛围感染了在场所有人，就连小孩子也跟着跪下来哭喊：呜，丞相！公元234年，蜀国建兴12年，诸葛亮病逝5丈原。诸葛亮嘎了，病逝在了5丈原。他这一死，同时也意味着三国彻底结束，从此再没3分天下。蜀汉士卒嚎哭着将诸葛亮抬进营帐，然而刚进营帐，诸葛亮就嗖的一下窜了起来。哎呀妈呀，入戏太深，我差点以为诈尸了。诸葛亮起身，麻溜的就爬进了棺材里，轻车熟路，速度那叫一个快。愣着干嘛？快，盖棺出发！大帐门帘被掀开，一群人身穿丧服，手举着白帆的人鱼贯从营帐内走了出来。出来了，不对呀，这怎么抬棺材的才4个人？灵山景区安排的真不好，这可是诸葛亮啊！打了以后抬棺的人就这么点，太寒酸了吧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历史上诸葛亮死的时候就4个人抬棺，这是他的遗言。他说4个人抬棺材，一路往南，什么时候绳子断了，就在那里下葬。原来是这样，灵山景区也算是真有心了，还能注意到细节。那哭丧的人呢？话音刚落，后方蜀汉的那些个人瞬间就冲了出来，为首的正是刘禅。他踉踉跄跄地扑在了棺材面前，嚎哭不止。相父，你怎么就这么急匆匆地走了？刘禅泪流满面，使劲地捶打着棺材。蜀汉一群人也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。丞相啊，丞相！壮烈的悲痛瞬间感染了众人。哎，灵山景区的演员真的敬业。诸葛亮这一死，最伤心的恐怕就是刘禅了吧？可不是吗？其实刘禅之所以哭得这么伤心，并不是君主哭臣子，而是后主哭相父。刘禅哭得再伤心，但斯人已逝，该继续的流程还是要继续。他一步一步地走在棺材前，然后扬起了手中的纸钱。相父，不知道哪来的风，将这撒出来的纸钱漫天飞舞。观看节目的游客们瞬间感觉回到了那个真正的三国时代。哎呦我去，太感人了！我也想演怎么办？实不相瞒，我专业哭丧的，等下我演刘禅。这话说的，我专业唐板板的，等下我就进棺材，这不比演秦始皇还过瘾呢？话说的直接就叫蜀汉的这些人听了都傻眼了。又是要演诸葛亮的，又是要演刘禅的，这些个游客这都是什么想法啊？殊不知现在的游客玩的就叫一个刺激，主打一个好玩。秦瑶为了 money 也爽快地答应了大家的需求。这节目大家都可以参与哈，玩开心。趁着回去的路上，见蜀汉人都在狐疑，秦瑶就解释了下，节目咱们演一遍就行了。然后游客们呢，喜欢玩，有的人就想参与到节目里来。最主要的是你们有提成啊！登时之间，诸葛亮都兴奋了，毕竟到景区来上班，钱财最重要。现代的钱能带回去蜀汉的钱，可以买红薯，可以买水稻，可以买土豆，哪个不是助蜀汉飞腾的东西？别说演这个演那个了，只要有可能上天那都行。诸将用命了，一会互动定要用心。陛下放心，自然如此。可以互动了，谁先来？我先来，我先来的。不行，我先来的。你要演谁？我刘禅。那咱俩一块上，我诸葛亮。一个个游客实在是过于踊跃了一点，一群游客都在嚷嚷着上场，就连诸葛亮都被挤了下去，还站在原地发懵。亮，这就无视了。一会要没人演诸葛亮，你再上。现在没事，先互动互动。是秦总，我诸葛孔明再也不能临阵讨敌，上天博待我啊！啊，我要死了！还是游客会玩。很快就到了下班的时间，诸葛亮手持着羽扇，先与秦瑶告别，再与景区众多 NPC 相互告别。丞相好走，记得吃呀。秦瑶哭笑不得。行了吧，你们人就下个班，明天又不是不来了，看你们一个个的，你们自己不要下班的。再一次出现在了原本离开的地方，诸葛亮等人瞅着这熟悉的情形，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短短1天时间，看似不长，却实在是让人觉得不真实。相父，诸君不可妄动，在此等候。除刘禅之外，所有人连忙答应。是。来人，将将士们的家眷请来，聚于一处，近亲之内不可少1人。诸葛亮这一吩咐完，去了景区的蜀汉士族忍不住躁动起来，
非是量有歹意，而是景区如何，尔等自知。尔等以后尽接我大汉公谷，然为我大汉基业，定当要将尔等以及家眷照顾周全，以防节外生枝。然而另一边，张角这2天的心情却不是很好。波波肩被封了，脚好难受，这可都是钱啊！我的太阳能、发电机、电线、蓄电池。秦瑶摇了摇头就走了。可2天后，他路过波波间时，才发现张角竟然手舞足蹈的，简直不要太开心。你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？波波间解封了呀，我都摩拳擦掌，等着晚上直播挣钱了。今晚直播，频道一定要大展身手。你得注意啊，别跟上次一样，回头又给你封了。秦总放心，频道这2日日思夜想，换了一套话术，虽然有诸多限制，但轻易不会触碰眉头。好家伙，有备而来啊，不要玩脱了就行。但不得不说，秦瑶这就有点小看张角了。晚上直播半小时后，张角就匆匆下播，满脸激动地找到了秦瑶这里来。秦总，钱，太阳能。这话给秦瑶问得发懵。啥钱？提成。哦，合着这着急要提成啊？行，马上发给你。你直播提成多少啊？秦瑶没太当回事。张角直播这才多久的时间，能赚几个钱啊？但下一秒，秦瑶随便一看，瞬间就懵了。你卖了1000多张，张角的提成足有300多块钱，按照单张2毛钱的提成来算，这算下来可不就是1000多张门票吗？好家伙，直播半个小时1000多张，虽然赶不上李白和赵飞燕，但咱就是说，这什么情况？张角才是全网最会圈钱的主播，99岁少女给他狂刷1万支火箭，半小时就日入300万，嬴政瞬间就看呆了。不是真这么多吗？这怎么卖的啊？开播就1万多人，顶峰5万，粉丝45万。不是，上次波波间才封了号，这粉丝哪来的？这也行，啥活不干，居然还火了，寡人怎么没这个运气啊？嬴政都羡慕妈了，要知道他们大秦所有的人加一起，粉丝数量都没这么多。不对啊，张角，直播间这么多人，你下播干嘛？继续播啊！下班时间将至，我得回去，还想拿提成买太阳能电板呢。好，你快去吧。第2天，张角心情甚好，一大早就起床跟大家打起了招呼。喂，身体可还好啊？喂，身上衣物可还暖和？尔等都是咱们太平道公谷。张角虽然亲切，但是每一个被他亲切问候的人，无一例外脸色惨白，甚至还有人忍不住惨叫出声。频道不过是拍了拍你肩膀，你为何惨叫？天师拍下来的时候，我只觉得身上刺痛，我不是有意的。这话也敢说，这信众恐怕惨了。没想到张角竟然笑了起来。哎呀，不怪你，是频道忘了，这修炼有成后，浑身雷霆之力难以隐秘，频道还无法完全收敛，这一不小心雷电便刺痛到了你，快起！张角说着就要搀扶，但手伸一半，又赶紧停了下来。你自己起来吧，等会频道又要电到你，我要去仙界面见仙人了，尔等自去吧。张角转身重新走进了营帐内。仙师不小心泄露一点，顷刻差点令我魂飞魄散。仙师竟真的修炼成了。尔等且看，此乃天师自仙界带下来的2种，乃是仙人赐下，谓之仙属仙豆等物。此物播种后，母产可高达数十担。老天爷，仙师仙人啊！母产数十担，不用饿死了，我们再也不用饿死了。肃静，有此2种，本该落种归地，好叫天下人吃饱穿暖。然汉室当道，不顾天下黎民死活，这种子岂能现在就种下？须得灭汉室，迎皇天，借蛇，才能救活天下黎民。尔等可愿？灭汉室，灭了汉室，我们就可以种这些东西了，我们就不再忍饥挨饿。另一边营帐内的张角传来大喝：“贫道去也！”话音刚落，帐内便闪过一道强烈的白光。大贤良师，这是去仙界聆听仙人的教诲去了。我们也不能闲着，走，出中，拿下徐州。另一边，朱棣骑马带着一群游客匆匆赶来，神色很是焦急。人呢？土里、书上、水里都找了，朱允文跑哪去了？你到底给朱允文安排到哪里去了？我让他还藏上次的坑里，跟他说，没人能想到你2次都藏在这里。那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感情这是朱允文找不到了，就连卧底都失效了，会藏到哪里呢？众人找了半天，却一无所获。罢了，金总，这次是我那侄儿赢了，也该他赢一次了。只是不知道他这次藏在了哪里，竟然藏得这般好。我也好奇啊，你等下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秦总，允文这就来了，劳烦你稍等。另一边，诸葛亮的棺材板豁然被掀了起来。丞相诈尸了，不对啊，今天又没表演节目。定睛一看，从棺材里爬出来的竟然是朱允文。今天朕能拿到这个奖励，全是秦总的功劳。在这里，朕要感谢秦总，给了朕这一个到景区来的机会，同时更要感谢秦总，将蜀汉的这些先贤给带到了景区来。他们带来了为孔明先生量身定做的棺材，才使得我有现在的成就。太难了，经历过水下、土里、树上这么长的时间，终于是赢一把了。咋就没想到棺材里呢？不是让你躲在同一个坑里，你怎么不听话？
你个二五仔，我躲藏时听见你和别人说话了。你的奖金。朱允文难得赢了一次，他立马将那1块钱拿在手里，开心的来回把玩。这1块钱，你打算买点什么？买粮食种子好像不错，不过我还是留着吧，意义不一样。这时朱棣凑上前来，看似善意的给出建议。大侄子，这钱你留着是对的。三叔提醒你，吕宋那地方不适合种土豆，气候不是理想的地方。待你发了工资，以三叔之见，还是多买些红薯，这东西适合那的环境。乱臣贼子，朕想种什么就种什么，需要你来管，朕就种土豆，你管得着吗？朱棣并不生气，反而在心中盘算着朱允文的去向。下了班回到永乐巢，他立刻找来朱高炽。快，再派大船去一趟吕宋岛，朱允文保不齐就在那，即便是不在，多半以此地为目的地。另外，爪哇等岛也不要放过。爹，你怎么知道建文帝去了哪啊？还能怎么知道的？朕旁敲侧击出来的呗。建文帝不至于这么傻吧？若是他反应过来，咱们去了，岂不是徒劳无功？白跑一趟也不怕，在附近那些地方都找找。就那么大的地方，以他的航行条件，他又能跑到哪去呢？那1块钱可是朕的钱。爹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很快到了发工资的日子，景区 NPC 们都聚集起来，兴奋地讨论着要买的东西。大王要买什么？车床。到了寡人这一步，除了车床之外，其他的已经没有必要了。嬴政这话叫人很是羡慕，毕竟景区众多的 NPC 能买得起车床实在不多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想来秦总发工资，定然是不会耽误的。那怎么还没回来呢？这时老朱终于带着大包小包现了身，朱标急忙迎上去。父皇，东西都买了吗？买了，咱还能忘了吗？咱这个月的工资早前不就算好了吗？不出其右，之前说好的东西咱都给买了回来了。那这是钢铁冶炼的书本，秦总特意给咱挑的，里面的内容很详细哦。父皇，你怎么还不去上班？赶紧回去吧。上午你们休息，不趁这时间多直播一会挣点钱。你这个年纪正是奋斗的年纪。行，咱回去上。咱让你奋斗，咱刚回来，合着喘口气都不行，你这不是啃老是什么？你还理直气壮的是吧？你还催？朱元璋下了班就把朱标给暴打了一顿，只因朱标啃老，一直让朱元璋要饭直播挣钱。不是父皇，儿臣不是那个意思，儿臣这也是为了咱大明江山。爷俩现在的梦想，那可是统一世界。父皇懈怠了些，望父成龙被朱标给演绎到了极致。相对于太子爷的盼望，安西军这边就实在的多。这就是螺纹钢啊，这都是磨好了的，足够咱们安西军打造一支强军出来哦。在咱们这个时代，说是神兵利器都不算为过吧？这就是咱们做盔甲的材料了。这是什么材质？这是塑料，好像是叫什么 PVC。PVC 是个好东西啊，至少比这个时代的棉甲、竹甲强的没边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郭熙连刀都没用，直接拿来了一个斧子。好东西啊！这比 PVC 真是个好东西。可不就是吗？站在这随便他们看，这要是人人都配上螺纹钢。郭欣直接宣布，新军就叫白甲军，配螺纹钢、PVC 盔甲，同时再配碎发枪和人手3枚手榴弹，再加战马1匹。哈哈哈！这样的新军，我看在西域这片地方，还谁能敌？安西军尚且如此，这其他朝代发了工资之后，自然也不差那去。秦王嬴政第一时间面对群臣发表了讲话。我大秦要产业化、集中化、高度现代化，要在和其他朝代对比，时刻立于领先地位。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要解放人力，将蒸汽机等小型化，要工业化，要……秦舞阳张嘴打了一个哈欠，还好他站在后面，嬴政没看见。好无聊啊，蒙恬，我们吃饭去吧，吃完该上班了。茅台都喝上了，这么大方。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他们，也正是大汉和大唐追逐的目标。同样买了东西回去的大汉和大唐，这都不需要多说，直接按部就班的发展就行。倒是苏轼和张怀民发了工资还在赶路。终于到京师了，好了呀！宋神宗一听这话，脸都黑了。他还累，我身为官家，条件比他苏轼和张怀民差多了。这连续赶路这么久，我说累了吗？辛苦苏爱卿了，待你一会下了班回来，朕为你接风洗尘。还有张爱卿，官家真是太客气了。见他高兴这样子，张怀民摇了摇头。就苏轼这性格，怪不得以前会被贬。此时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，赵匡胤率军已经抵近北汉。来啊，官家，党将军发来电报，党将军率军在汾河一侧遇北汉军，2个时辰前杀敌1万，缴获军马1000余。哈哈，今日真是个好日子，咱们不仅发了工资，还首战告捷。恭喜官家，贺喜官家！我大宋收复燕云16州指日可待。是啊，首战告捷，这场仗打得很是顺利啊！自今日起，我大宋便能一统天下。哎，没什么好夸耀的。党爱卿在历史上便在太原城下告捷，这不过是历史重演罢了。眼下那太原城才是重中之重啊！要说即便是收复燕云16州，也没什么可高兴的。咱们君臣同去景区，有景区在侧，这要是还不能拿下燕云16州来，那这景区咱们君臣这不是白去了吧？哎呀，咱们都到景区上班去，拿下燕云16州不算什么。
我大宋要学大唐大明，但前统一全世界才是我们的目标。赵匡胤脸色一沉，来人，发电报，传朕旨意，令党禁不必吝啬火药，先将太原城给我拿下。是。潘美，臣在。潘美连忙出列，朕令你率右路大军断太原城后路，以防辽国支援。是。郝崇信、王正中，臣在。朕令你们率领西路大军直取汾州。随着赵匡胤的一道道命令下去，大宋的大军各自分散，速战速决，不要耽误明天上班，把手雷炸药枪支都用起来，不要少，干就完了。说起来，赵匡胤这边还在打北汉，晚2年和赵匡胤一起开拔的赵光义，这回也是一样正对北汉动手。高粱河距离此处还有多远？回关家尚有1000余里。换机油，检查火花塞，换越野台，将工匠叫来，把朕的座驾从内到外全部检测一遍。说这话的时候，赵光义满目金光。是时候留下传说了，叫发动机的轰鸣响彻在高粱河畔的上空了。那什么，把赵小绿、艾青也检修一下。然而检修的工匠懵了。等到赵光义去景区的时候，此时多数 NPC 们都已经从各自朝代回到景区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刘虎也来了。虎子没受伤吧？没什么问题吧？事情可成。太阳，你还问这个？儿子有没有受伤什么你都不知道，关心一下，光问事情。哎呀，你们俩关心则乱，小虎子不是好好站在着吗？就是啊，而且咱们工资能是白拿的。未到景区之前，魏晋时期那是吃人，但到景区之后，小虎子又发展这么久，行路又小心谨慎，车能检修，现在出手学习了这么久了，但是可不就是这玩意怎么检修啊？我们也不是兽医，算啥？成大事者这些不过寻常事。你们看人始皇帝年幼时还当质子，机遇死活。哎呀，朕那个时候小啊，那家伙那时候是真惨啊！你们是不知道那当质子，哎呦喂！娘，我哪有受伤？辛苦辱命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那城池拿了下来了。现如今我手下也有5成了，以至于小虎子先对秦瑶一拜。刘虎所作微不足道，还要感谢秦总再造。说远了，都是你自己的本事，加油，早点统一，争取追上他们。你还年轻，说不定等到你统一全世界，你都还没多大呢。话说到这，秦瑶临了又加了一句：说不好，将来有机会，我还能到你们那旅游呢。秦总，到咱大明去旅游，咱大明好啊，咱给你做龙椅，你在咱这体会体会上朝。秦总，来大唐，你看历史书里都写了，我们大唐可是盛世，没有比我们大唐更好的朝代了。你到了我们大唐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我大宋好啊，还是我大宋好啊？秦总真的，我大宋老好了。秦总，到朕的大秦，朕可是始皇帝，你到了咱大秦，你就是二皇帝，咱们平起平坐。秦总你来了，朕灭个小国给你助助兴。秦总你来，我带你去长安城看杨玉环。还看杨玉环？李隆基能答应吗？崇祯甚至在那苦思冥想。我朝有啥来着？我朝啥来着？秦总，你要是来了，咱把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连带着大孙都打一顿，给你助助兴，就按电视剧演的那样的。哼。秦总，你来咱这，我也打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我还打老四。老朱说完这话，斜眼看了一眼朱棣，朱棣顿时脖子缩了缩。我主刘越必然应诈失联。卢元正等人一时忍不住：秦总，你对异域风情有意思吗？秦瑶随口一句话，可是瞬间就把场面给点燃了，这个个都恨不得原地就把秦瑶给请走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我就说说，景区还忙呢。其实，在说这话的时候，秦瑶也忍不住下意识地想了一下，说不定还真有这个可能。回头问问狗系统，万一呢？没那本事啊。思想就在下一秒的时间，这脑海中传来了一道提示音来了。难不成要来真的？这一看就发现，这次能选的 NPC 竟都是船夫。王宝宝，这名取得，宝宝，宝宝。等会谁？王宝宝，这他妈不是天下第一奇男子吗？反应过来的秦瑶整个都呆滞了。元朝末期最重要的将领，老朱的主要对手。在同一时刻的时间，被点到名字的王宝宝却是直接忽略了脑海中的提示音，不是王宝宝没听见，而是跟面前的情形比起来，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。儿啊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后有追兵，前有黄河拦路，眼见今天这是凶多吉少了。得及你们在这等我一下。就在身后马蹄声渐近的时候，王宝宝抱着一根巨木跑了回来了。以此木渡河。将军快看，那王宝宝正抱着木头渡河。本来还以为手到擒来的徐达，这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。仅以此木，王宝宝断不能渡过此河，途中必死无疑。正说着，就见黄河中的王宝宝折返了回来。哈哈哈，他必定是体力不支。快上前擒他！未曾想，靠了岸的王宝宝根本就没上岸，而是直接把马给拽下了水，然后继续渡河。这叫河边的明军给惊呆了啊！他是回来带马的。他是要连坐骑都要带走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黄河。此时懵逼的明军，包括徐达在内，眼睁睁地看着王宝宝越游越远。将军，咱们还追吗？如何追？怎么追？可是王宝宝就这么走脱了，我等如何回禀陛下？这话说的，徐达一时之间也沉默了。不如回禀陛下，
就说天降神人，将那王宝宝连带着新老母妻儿麦家坐骑给救走了。哼，笑话！此话说出去，难不成陛下就信了？莫不是把陛下给当傻子吗？那就实话实说，就说王宝宝靠着一根木头渡过了黄河，顺带还带走了老母妻儿，行程过半又回来，把马顺便也牵走了。这确实是实话。就是不知道这话说出去，陛下是相信天降神人，还是相信这个了？好家伙，事实虽然是事实，但是就这么看起来，简直比天降神人还离谱啊！就按事实禀报吧，毕竟将士们可都看见了，这么多人佐证，陛下应当是信的。去吧，发电报吧。此时，王宝宝一家老少一上岸，都松了一口气。景琦一眼瞥到快要被冲走的木头，下一刻连忙将木头给拖了上来。这玩意可不能丢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玩意还得带到那所谓的景区去呢。父皇，大将军的电报。战果如何？可将援军尽数消灭了。一边说，老朱一边把电报给接了过来。仔细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明军几乎没有损耗。好，这战报咱喜欢。历史上大明就赢了，但和历史上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大明赢得更轻松。对了，王宝宝可曾擒了？父皇，王宝宝走脱了。父皇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战报里言明，王宝宝浮木过黄河，一时难以追击。看战报的时候，朱标都觉得离谱，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了。父皇，儿臣觉得虽然这结果委实叫人难以置信，但有数万大军亲眼所见，应当不假。信，咱信。你不在景区看到的历史少，有写历史，咱回来也没跟你细说。就这么说吧，此一战历史上援军也是全军覆没，而后那王宝宝也还是横渡黄河。听见这话，朱标恍然，怪不得父皇信呢，合着历史上也是这样的。咱只是没想到，历史上他王宝宝仅靠一根木头就横渡黄河，这次咱大明已经不同而日，竟然他还是按照历史上那样过了黄河了。好家伙，合着这就是你王宝宝的天命，这黄河不管啥时候，你都是过定了的。这还真是历史大事，怪不得咱在历史上就称他为天下第一奇男子，咱还以为这一次他跑不掉了呢。这做人怎么能这么刁呢？这话给朱标听的是哭笑不得。可惜了，可惜这么牛逼的人，这么牛逼的本事，咱没亲眼所见，可惜了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老朱对王宝宝也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回没捉到，下次还能跑的了。叫徐达继续追击，清剿残垣。是，父皇。说来老朱上班挣钱的时间多，这回来的真不多。这边刚安排好，就见朱标那个傻笑着。彪儿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父皇，这会时间还早。你不回去直播吗？趁着时间还能挣不少。听见这话的老朱当场时间脸就黑了。你他妈可真是我的好大儿，咱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还带往回撵的。见他这样子，朱标顿时慌张。父皇，大明百姓苦啊，全天下这不都靠着你那点工资吗？这一嗓子喊的，老朱顿时没脾气了。好在这一早的时间回了景区。哎呦，都到了。都早啊，寡人看见你们就高兴。头2天休息没来，嗨，别提多难受了。秦王为何这么说？嗨，别提了，寡人休息了1天的时间，这1天下来，浑身都不自在啊。这不到景区来上班，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对于这话，老朱是深有同感。拿赵匡胤来说，他也是休息了1天，虽然也没闲着，甚至还打了仗，但是没上班的时间，那总感觉空落落的。一帮人正趁着还没上班的时间正聊着，就见到秦瑶带着魏忠贤走来了。老魏手里怎么还拿着资料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等下有新人要来，不然老魏能拿资料来吗？我们就是为了看看那，不也来了落脚点了吗？什么人？哪朝哪代的？有多少人？干嘛的？什么人？秦总没说，但是那边河上的游船不是修缮好了吗？听说要船夫，秦总应该是招来的船夫。一听这话，众人更兴奋了。我大宋，尤其是本朝船夫最善摆渡，希望有我大宋的，最好跟朕一个时期的。还你大宋船夫擅长摆渡，那个船夫不擅长摆渡啊！要我说，还得是我大唐的。我大明的船夫才好，都是真本事，而且尤其是咱洪武朝，咱洪武5年的，而且那都是名留青史。哎呦，你洪5年的船夫还名留青史？哎，你举例说说。就在这时候，唰的一下，场中多出来了一人来了。来了，真来人了。老魏笑着走上前去了，这接待的能力比秦瑶都好使。老魏这边刚安抚了新来的船夫。哪朝的？哪朝的？他是哪个朝代的？还没等来得及说呢，这白光一闪的间隙，又来人了，又来了一个。这一等可就不是1下2下的事情，这白光闪烁个不停，硬是实实在在的10几个人出现在了落脚点内了。这咋还有扛木头来的，还穿着盔？既然秦总能把你们选中，你们能到景区来，那以后咱们都是自己人了。现在我带你们出去看看，去跟秦总打个招呼。老魏带着人鱼贯从办公室内走了出来。秦总都说好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有魏忠贤在，那可是给他省了大事了。草民见过秦总。就连那王宝宝也都是连一点犹豫都没有，这就往地上跪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不至于啊！
哈哈，是不是跟咱们刚来的时候一样？你还真别说，我刚来的时候见秦总，别看一脸淡定，但是其实心里慌的一批。谁不是？咱们都是古代人，哪见过这样的光景？寡人其实也只是人多，维持一个表面淡定。一个个这话匣子巴巴的不停。给他们介绍一下，互相认识一下，以后都是同事了。这几位是皇帝，那几位是皇后，这是大秦，那是大唐。船夫们顿时腿脚立马就软了，那可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啊！王宝宝，朱重八，哦吼，熟人见面了。在景区遇见死对头后，王宝宝抽刀就想弄死朱重八。朱重八都说景区皇帝多，但没说这还有熟人啊！我若是在这把朱重八弄死，那我大元未必不能再入主中原，这是天赐良机啊！只一瞬间，王宝宝呼吸都跟着急促了起来了，抽刀的动作愈发用力。老朱也满脸错愕。昨日还听徐达说起王宝宝的长跑，如今竟直接撞个正着。这时呛了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径直指老朱，给我死！然而老朱却丝毫不慌，甚至还沈笑一声。就这。就在此时，一群人唰的一下就站出来了，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王宝宝。虽然黄爷爷不太偏颇我了，但是这时候我也不能带怂的。你挠，来来来，往他身上挠，朕倒要看看你有这个胆子吗？朱允文看着那剑尖都快顶在自己脖梗上了，一脸的懵逼。你他妈拿我宰孝心呢？王宝宝也瞬间傻眼了。本以为只有老朱一人，没料到大明人竟如此之多。锦衣卫气势汹汹，我若是敢动手，最多拼死眼前的年轻人，而我绝活不过3息，轻敌了，草率了，不可力敌啊！得赶紧找退路，否则今日我命怕是要休矣。议论找东西呢？找黄河，这儿没有，后头有条小河，要不凑合凑合。就你叫王宝宝啊，一把年纪了还叫宝宝，要不要脸？也不看看这都到哪里来了，还敢拔刀，我腻歪了。年轻人你很勇啊，是不是忘了这是在景区了？秦总，他敢拔刀，你看看那，他这是在拔刀吗？他这是在打您的脸啊！就是啊，秦总，这是没将您放眼里啊，太狂妄了。听着这些话，秦瑶忍不住的笑了。大明这帮人还真是说话，要么义愤填膺，要么就阴阳怪气。此时众人的起哄声也点醒了王宝宝，让他瞬间冷汗直流，如醉冰窟。对啊，这里是景区，不是圆明战场。刚拜服的仙人秦瑶还就在我眼前，朱重八这是乱我心智啊，让我竟忘了此地是景区，还在神仙面前动刀兵。秦总见谅，我与这人有旧，我见他乱了心智，一时之间竟然忘了此地何处了。我真不是要动刀兵，秦总我。秦瑶未开口，王宝宝就更慌了，连新来的船夫都被吓得险些下跪，周围 NPC 却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还得是新人好玩啊！李世民、始皇帝等人看着慌张的新人，也觉得十分有趣。老朱也跟着笑了。我昨日还念叨着要生擒王宝宝，如今人到了景区，倒像是多了份活计。好了，快起来吧，不至于吓成这样。你第一次来，这次就算了。到了景区，就愿先放一放，好好上班挣钱才是王道。谢谢秦总。王宝宝这才小心翼翼地起了身，余光扫过老朱，他心中又燃起了斗志。杀不了他又何妨？反正景区能挣钱发展，我大元未必没机会。只是大明人太多了，刚才要是知道这情况，我绝不敢拔刀。其实你们也没什么仇怨的，都是来自不同时空，钱挣到手，把自己那发展起来，那历史拐向就不一样了。历史上的那些东西，对你们来说都没有了意义。秦总所言极是。对啊，景区众多 NPC，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时空，我们未必是一个世界的。若能相互取经，说不定能成朋友，各自帮衬着发展，这不是更好吗？王宝宝这么一想，瞬间豁然开朗了。是我梦浪了。你虽是朱重，明朝皇帝，但不见得与我有怨。敢问朱皇帝来自哪年哪月？哎呦，反应挺快，看得挺透彻。不错不错，可以，这下子就看出来了门道和本质来了，挺好的。咱先问你，你来自哪一年的？至正30年。说完，王宝宝期待地看着老朱，老朱却是哈哈一笑。咱来自洪武3年。哦，至正30年，洪武3年。光看名称好像不是一个年份，这下好了，不是一个世界的，搞不好能成朋友。想到这儿，王宝宝笑得更开心了，一下子放心了。他笑啥？不知道啊，笑的不是一个年份。兴许是。话音未落，王宝宝的笑声忽然戛然而止，猛地反应过来。等会儿，这俩不是一个年份吗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3年前老朱称帝，年号洪武。王宝宝瞬间傻眼了，这还交个毛的朋友？这怎么就能是跟他一年的呢？原本还指望我跟老朱不是一起的，然后大家互相发展，互相帮助。但是现在啊，竟然是你！王宝宝顿时又想干坏事了，但一群大名人站起来了，王宝宝瞬间冷静了下来了。这是景区，可不是找事的地方，何况对面人多。哼，这还玩个蛋啊！
老朱见王宝宝这状况，笑得就更开心了，只给王宝宝看的巨寒。这下好了，不仅心寒，身体上也寒了。不对，这又如何？他朱重八不过早本将到景区而已，只要本将在景区努力工作，这钱本将也能挣到。时间越久，鹿死谁手还未尝可知。王宝宝雄心勃勃的眼神，给老朱都看得惊奇了。这王宝宝是想到了啥？他是不是给自己打了鸡血了？好像是。爹，这王宝宝恐怕野心勃勃。咱们景区人多，不行的话，下班堵他。好家伙，放学别走系列是吧？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给你8个板子，你是不把秦总放眼里了？打打闹闹，教训教训你们这些小辈就算了，你真当秦总愿意看见厮杀？把嘴闭上！没来景区之前的王宝宝，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来了景区之后的王宝宝，可是我的工资啊！只要王宝宝还在景区一天，我早晚能感化他。爹，我不是这意思，咱们在景区哪能打杀？我意思是堵着他吓唬吓唬，给他制造心理压力。滚蛋！哎，本想卖个好，变现一下功效，没想到没落到好还挨骂了，太冤枉了。此时秦瑶看着这样的一幕，心里乐滋滋的。慢慢储备，反正早晚肯定是能见分晓的。新人进景区后竟被众星捧月，就连始皇汉武帝都来打招呼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互相之间相互认识一下吧。既然都到了景区来了，以后你们之间就是同事了。秦瑶这话一说完，新来的可能还有点拘谨，但是老 NPC 们这就开始走流程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始皇帝。是始皇。哎呀，以后都是自己人了，别紧张啊。是。我是李世民，听过没？你是在大唐前面的还是后面朝代的？船夫瞬间人都麻了，但接下来还有。小伙子看起来很精壮啊，我是张角，张角你听说过吧？我汉武帝，汉武帝知道吗？哎，你这体格子可不太好啊，才30多，有点显老啊。草民吃不饱饭。嗨呀，没事，以后到景区来了多吃点，咱们景区门口有摆摊的，下班我请你吃点小吃，都算我的。船夫们没见过这个场面，各个历史名人跟他们认识起来，那就跟聊家常似的，一时之间甚至都叫他们感觉到恍惚了。这边正热闹，那边赵光义就凑到王宝宝身边了。嘿，你可是咱们景区来的第一个一族，可真是难得。王宝宝见过宋皇。赵光义笑了一下，正在说话，霍去病就打断道：“不是啊，他不是第一个啊，他们才是第一批一族啊，比他可早多了。”本来还在频频点头的屯头王等人，一听到这话，直接瞪大了双眼，不可思议的看着霍去病。然而霍去病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们一眼，他们赶紧反应过来了。你第一个，你是第一个。再回头，屯头王等人都哽咽起来了，然后捂着脸就跑开了。一瞬间，景区就多了一群伤心的人。我为大汉负过伤，我为大汉流过血啊！汉武帝看了一眼霍去病，你自己弄哭的，你自己哄好。太难了，啥时候俘虏都得拿来哄了。忽地有人问了一声：“老苏去哪了？”所谓老苏自然是苏轼。秦瑶刚要开口说话，苏轼就跑了过来。嘿，鸡汤来，奶茶来了。还真是说曹操就到了。只见苏轼推着一个小推车过来，上面豁然是10几杯奶茶。哎呦我去，我说人去哪了呢？好家伙，差点咱们景区还有传统呢，这要不是老苏，我都给忘了，想不起来。秦瑶看见苏轼这奶茶，是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啊。他的这些奶茶，那是看着就倒胃口，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看来这些新奶算是又要倒霉了。尽管知道苏轼的奶茶很难喝，但秦瑶也没阻止的打算，毕竟这奶茶只是难喝了点，又没毒。来，人手一杯，宝宝是吧？宝宝给你一个。王宝宝有点懵。苏轼叫我名字，虽然是叫的宝宝，但怎么就感觉有点奇怪啊？但到底是哪奇怪，一下子还叫人说不上来啊？不管王宝宝咋想的，将奶茶分了下去后，苏轼便乐呵呵的开口了：“你们手里的东西叫奶茶，是现代的饮品，这可是好东西，风味上佳。”苏轼脸皮厚，全当没听见，继续道：“这饮品是我制作的，在咱们景区很受追捧。同样的，这也是咱们景区的传统。这每到景区的一个新人啊，都要喝一杯奶茶，算作欢迎。”听着苏轼的话，众船夫恍悟大悟：小人谢过东坡先生，劳烦东坡先生了。嗨呀，都是自己人，客气啥？现在是谢，一会哥心里开始骂了。哈哈，说不好在心里都要弄死他。说实话，我当初喝奶茶的时候，都想扎他小人。亮其实当时也想踹他。相父，你刚刚说啥？亮是说感谢他。此时王宝宝一脸的懵，明显是意识到了这奶茶有问题，但见秦瑶都笑盈盈的看着他们，硬是没说话。快喝吧，喝吧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船夫们立马喝了口奶茶，下一秒，见他们这人仰马翻的样子，一瞬间所有人都憋不住了。这反应就对了，东坡先生正常发挥了。此时秦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关键喝了一口这么难喝之后，一群人还期盼地看着他们，目光之下，这些船夫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。这滋味，这辈子真是都忘不了了。迎新仪式结束之后，在这些船夫余味的愁眉苦脸中，秦瑶总算是开口了：“好了，再一次欢迎你们来到景区。放心啊，
这奶茶是难喝了点，但是也就只是难喝，没别的问题。另外，真正的奶茶其实是好喝的，以后有机会你们可以尝尝。走，现在带你们去熟悉一下工作岗位。对，我们也该上班了，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。刀疤，你一定要好好上班啊，听秦总话。王宝宝看了眼笑吟吟的老朱，恨不得拔刀相向，但老朱就跟没看见似的，甚至还笑眯眯的道：“哎呀，你看宝宝这脾气还挺犟，不过咱就喜欢这样的。”我咋还不知道亲爹有这种倾向？他这是喜欢这脾性吗？这就是单纯的喜欢人家的工资而已。不过甭管王宝宝咋折腾，但眼下这到了景区是跑不了的。随后秦瑶就将船夫们带到了河边来了。修缮好的船只有2种，一种是小船带乌篷，另一种是大游船，足够10个8个人游河。大船小船工资都一样，你们自己选。一众船夫对视了一眼，选了各自的船只。秦瑶又带着他们说了一下注意事项。等到他们都熟人了，就有游客走了过来。哎呦，还真有船啊！这要是在上面拍照，那不好看死了。对嘛，你们景区就该多搞点这样的东西才好玩啊！很快就有游客兴致盎然的上了船，秦瑶也上了船，顺带跟在游客后面。等到一圈下来，秦瑶是频频点头，可以，风景不错，至少不会叫游客花冤枉钱的。从船上下来，秦瑶又嘱咐了这些船夫一声：再有游客要游玩，就按照刚才的来就行了，千万一定要注意游客的安全。现代不比你们那个时代，现代人命娇贵，要是出问题了，咱们这景区多开不下去。小人记下了，秦总你放心，就算是小人死了，也不会叫游客少一根毫毛。这边王宝宝也正杵着杆，等着游客上门坐他的船，而且因为他衣着独特，游客一来就看上了他。等他载着游客一圈回来，秦瑶立刻将他拉到一旁。你能横渡黄河，就咱们这小河，按照你渡黄河的标准来，对你来说没问题吧？秦总放心，完全不是问题，我大可现在就下河为秦总演示。王宝宝抱起随身巨木就要跳河，被秦瑶连忙拉住了。行，现在不着急。男人抱着巨木要跳河，周围的人不仅不阻拦，反而拍手叫好。原来他是天下第一奇男子，要表演横渡黄河。秦总，你看好了，我现在就跳河去。等，现在不着急，你就按照你渡黄河的标准，隔3差5表演一次就行。秦总放心，一切听从您安排。只是我妻儿老小和马匹都不在，没这些搭配，表演就不真实了。嗨，随便带点人就行，至于马，有的是。秦瑶抬手一指，远处的赤兔马什么的，正悠闲的在岸边吃草呢。既如此，那便不是问题了。不过，要是能把我妻儿老小接来就好了，到时候老朱那也不够看的。对了，节目不让你白演，以后每个月给你加半个月工资。给半个月工资就是150块的巨款了，刚来就加工资，我必须好好表现。秦总，我先给您演一遍瞧瞧。说着，王宝宝抱着巨木，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水里。只见那王宝宝落水后迅速浮出了水面，大臂一挥便掀起滚滚浪花，另一只手则拖着巨木如利剑般往前窜。我操！这下了水的王宝宝，这他妈那是人啊，简直是下水的军舰啊！这速度，这动作，这威势，我去，怪不得太祖爷说他是天下第一奇男子。20多米宽的河道，王宝宝拖着巨木往返竟不到半分钟，比专业运动员还快。他上岸后，秦瑶忍不住地竖起了大拇指。这小河根本发挥不出我的实力，要是黄河就好了。秦总，这河面实在是有点短，要不表演时我不直接过河，往前游出几百米再回来，您看行不？好家伙，自己给自己上残度，景区的河内没有黄河的木头巨木，他居然还给自己上长度了，能行吗？秦总放心，绝对可以。好，那这可就更有看头了。节目基本上敲定了，但还缺配合表演的 NPC。中午吃饭时，秦瑶就在餐厅说明了一下情况。注意，这是没额外工资的啊。我参演。我来，我就喜欢水。秦总他渡黄河的时候还带了妻儿老小，咱年龄也不小了，咱可以演他爹。王宝宝瞬间就瞪着眼看了过去了。你爹！我渡河只带了妻儿老娘，外加胯下坐骑，可没这个角色啊。既然要演老娘，那年龄必然要够。我这尚且有2人，恰好年龄相仿，可算能让那俩老妪派上用场了，不能浪费资源啊。你们愿意吗？放心，他不敢强迫你们。正愁不能为景区尽心呢，即便是官家不举荐，我2人也要毛遂自荐。真没强迫吧？秦总，你瞧不起人啊！我对他2人向来都是客客气气，这毕竟也是我大宋的公骨。昨天我回去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俩秉烛彻夜长谈。赵光义话还没说完，整个餐厅内鄙夷的眼神一个个的投射了过来。不是，这啥意思啊？三弟，你竟真有这爱好啊？不是，真有什么爱好？你们笑什么啊？赵光义一扭脸，又见老朱等人也都在那意味深长的看着他，几个意思啊？莫名其妙。秉烛夜谈哦。赵光义这才反应过来，瞬间脸都涨红了。不是，朕说的秉烛夜谈就是字面意思啊！你们这群人太污了！我靠，好好的词语，你们笑个蛋啊！我看你们就是没事短视频刷多了。赵光义一急眼，就赶紧回头看向那2位老妪，快，你俩跟他们解释一下。话音未落，赵光义就见那2个老妪在那害羞的笑了，似是被识破了，还不好意思的捂着脸。
你们笑个屁啊！真让你们解释。对，我们与官家确实是秉烛夜谈，官家真的没对我们动手动脚。昨夜官家只是不小心碰了我一下。俩老妪解释的话语句句属实，但是这一解释倒好像是赵光义针对他们动了手脚一样。你们完了，越解释越乱，这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弟啊，没想到魏兄竟误打误撞激发了你的属性。算了，不用谢，你们把日子过好就行。顿时之间，那是直接就叫赵光义吐血的心思都有了。秦总，正式表演前，我带汉族远远观望，演大明追兵，营造威势如何？王宝宝是被追到黄河岸边，最后才下了水的。霍去病带着大汉的军卒，远远的站着看，演个大明的追兵，好像也没什么毛病，而且还不用大动干戈。好主意，那你们就演追兵。秦总，那一会表演咱也想去看看。这王宝宝毕竟是咱清风的天下第一奇男子，说实话，他渡黄河的本事，居达他们几万人都看见了。虽然咱信，但从未亲眼所见。这还要问我啊？你来看就是了。王宝宝得知老朱要来看表演，瞬间昂首挺胸，像只骄傲的公鸡。其他人也纷纷表示想看，但大多都要值守岗位。都来，表演时你们顺便把游客也引导过来，让大家都瞧瞧宝宝的本事。被秦瑶一夸，王宝宝瞬间化身成了王有志了。秦总都叫我宝宝了，我必须拿出12分实力。人员敲定后，秦瑶带着王宝宝去准备马匹，赤兔等名马桀骜不驯。最终，王宝宝选了刘备、关羽的2匹温顺战马，比较乖巧听话。你试试他下不下水？王宝宝轻轻一拽，战马犹豫片刻，便跟着下了水。这下好了，人员齐了，马也齐了，这节目算是彻底的准备好了。秦瑶随即安排锦衣卫守在河边保障安全，又让魏忠贤用喇叭通知游客新节目即将开始。魏忠贤的大喇叭一吆喝，景区内顿时就热闹了起来了。哎呦我去，来着了！今天可算是来着了，竟然有新节目，还得是灵山景区良心啊！你说这是咱们花这点门票钱？咦，往哪里走来着？此话一出 ，NPC 们纷纷主动带路引导。我知道地方，跟我来。白哥哥好帅，竟然还给我们带路。不知道地方的跟贫道走。走，跟他一起。于是王宝宝的表演这都还没开始，人来的都满满当当的了。这时诸葛亮带着蜀汉众人赶往河边，突然盯着吃草的马匹停下了脚步，很是震惊。那可是诸葛亮穿越到现代旅游区，竟看见了关羽的赤兔马。那可是关将军的赤兔马啊！真是赤兔！相父，秦总是不是把关将军弄来景区了？父皇会不会也在？赤兔马在关将军卖走麦城后便绝食而死，这匹若是真的，难道是不同时间线？这就是赤兔马。你们没来之前，秦总前2天觉得河边空荡，而且草肥，就从历史上招了几匹马过来。赤兔来的时候，蒙恬还想上去骑，但是赤兔根本不给他面子。还有这事？是啊，这赤兔马也就见秦总老师。除了这赤兔之外，你看其他的，这还有程颖、曹操的坐骑。对了，那另外2匹马还是丞相你主公刘备的坐骑，另外一个是关羽的。不过这俩都是普普通通的战马而已。东坡先生只来了马，没来人吗？这些马是哪一年的？苏轼还没说话，张怀民笑了起来了。只来了马，没人。这些是18路诸侯陶董时的马，跟你们时间线差很多。对了，这几匹马还有工资嘞。还有工资？那他们工资多少？工资跟咱们一样，还有全勤呢。蜀汉这群人再一次瞪大了眼睛啊！不是，这马活得跟人一个样，合着待遇就没比我们少1分。那这些马拿来做什么？除了在河边点缀，是不是平时也供习唱？不啊，就在河边吃草啊，不骑啊！而且刚不是说了吗？除了秦总，比如那赤兔都不叫人骑。靠，这真是人活的还不如马呢！哈哈哈，羡慕吧？咱们还得上班，马什么都不用干。羡慕，但是马能吃草，你还能在那吃草不成？这马拿工资有什么用？那也不会花，给他也拿不了。我们是蜀汉的人，这几匹马乃是云长将军和我主刘备坐骑，虽说不是在一个时间线上的，但是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，他们的工资……拉倒吧，秦总早就说了，谁的工资就是谁的，要不然景区乱套了毒。大爷，白惦记了。走吧走吧，马上节目开始了，走了。众人赶到河边时，河岸已人山人海，锦衣卫和船夫在水边做好了安全防护。王宝宝带着道具和参演人员等候就绪，正昂首挺胸扫视人群。这么多人来看，我必须拿出真本事，让大家都叫好。可惜这不是黄河，不然保管能让他们开眼。王宝宝正寻找秦瑶的身影，突然听到熟悉的吆喝声，转头一看，竟是朱元璋在人群中乞讨。行好吧，咱都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你看咱饿的。怎么在哪儿都能碰到朱重八，真是碍眼。等等，原来这朱重八在景区的工作就是要饭的呀！
他朱重八只能跟人要饭，好歹也还是大明皇帝，以后我见他一次羞辱他一次。王宝宝正乐呵，忽地见老朱面前的游客掏出来钱来，拿出了好几张红彤彤的纸张。这游客给了钱。此时老朱高兴地将这钱往他自己的怀里一揣，王宝宝当时就急了。他，好家伙，刚才那钱可不少，恐怕有我的2月工资吧？朱重八手脚不干净。王宝宝见秦瑶来了，顿时大喜，激动地连忙举报道：秦总，我看见朱重八仓钱了，好多钱，快开除，把他开除了。说到这，王宝宝只想仰天长啸。你朱重八再牛，也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搞小动作，以后你朱重八不在景区了，我王宝宝在景区好好工作，只要本宝宝还在景区一天，那我大元源源不绝。王宝宝想到这，就狞笑着盯着老朱看。朱重八被我一时点破，肯定是惊恐万分，慌乱不已，甚至面白无色，搞不好就要跪在秦总面前求饶。然而老朱却没有他想象的这些态度，反而是冲他嗤笑一声，很是不屑一顾。不是，这怎么跟我预想中的压根就不一样？这竟然这么有恃无恐。秦总，你看他。他没事。不是，什么叫没事？大好几百块钱啊，就往怀里揣，这就叫没事？这是他的工作所得，不用管。王宝宝直接懵了。什么叫应得的钱？意思是刚才老朱揣进怀里的钱都属于他自己，那明明是游客给的。你毕竟来的时间短，长了你就知道了。这边秦瑶刚走，老朱就悄默默地凑到了王宝宝的身边来了。嘿，你还告咱的状？那又如何？老朱从怀里把钱掏了出来，在王宝宝面前晃悠了2下。不如何？这都是咱的钱，就问你羡慕吗？何止是羡慕，王宝宝眼都红了。凭何这钱能是你应得的？大家工资都才300块，你一个要饭的。咦，可叫你说对了，咱在景区是要饭的，咱要来的东西是咱自己的，有毛病吗？羡慕去吧你！咱的这些钱可以把你们北元按在地上摩擦，就问你服不服？老朱说完，哈哈笑着走了。王宝宝气急啊，整个人都不舒服了。这时边上锦衣卫凑了上来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一会要表演节目了，你准备啊！还有别羡慕太祖爷了，太祖爷在咱们景区的工作就是要饭。秦总一早就说了，因为他的职业，他要的东西都是他的。这一次要个几百块钱，虽然少有，但是正常。凭什么？他拿这么多的工资，难不成你们就这么看着，就一点都不羡慕吗？就没意见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也是明朝的，那秦皇汉武，难不成就这么看着？咋地？你还有意见啊？那你跟秦总说去啊。王宝宝顿时脸色一僵。我没意见。没意见你说个毛？王宝宝悲愤啊！事实上他很有意见，但也不敢说，只能悲愤地嘀咕道：凭什么他朱重八如此这般？岂不是1个月3000？这么多钱拿回大明，我心都凉了。哎，那你就说错了。太祖爷上个月工资好几万呢。好几万，3000还不够，还好几万。王宝宝瞬间感觉心窝子跟被囊了一刀似的。这，他一个人的工资顶景区所有人的，怎能如此？怎敢如此？怎会如此啊？别震惊啊！我上个月还拿了2000多呢，我个人的。这锦衣卫直播间渐渐有了起色了，钱也是没少挣的。而且这太祖爷工资还不是最多的，任大秦也是好多万。秦王那边、武帝那边、赵飞燕和李白上个月拿了10几20万呢。王宝宝彻底懵了。不是300的工资啊，这怎么就能算出来10几万之多呢？老朱这几万块钱又是怎么来的？差距这么大的吗？这还叫宝宝怎么活？本以为景区演员月薪只有300元，直到听说李白上个月拿了10几万，气得本宝宝直接跳黄河，却没想到这样竟能赚了钱。宝宝，你准备一下，马上开始表演节目啊！王宝宝看着围观人山人海的顾客，重新攥紧了拳头。是啊，本将也大受欢迎，任他朱重八能赚这么多的钱，本将只是来景区的时间短，等到本将时间长了，只要我努力，自然也能找到挣钱的门路。也就是秦瑶不知道，这要是知道了，那不得说一句：好家伙，有马还给自己上套。王宝宝这么想着的时候，周围的游客们也很是兴奋。等下节目咋样咱就先不说，别的东西不提，就这扮相，似模似样。灵山景区的节目质量那可是出了名的高，不像是其他景区哪样打扮的都敷衍的。秦瑶听着这些话语笑了起来，但却没有听到他想要的声音。夸归夸，咱不得说点别的吗？以前总是有人提，怎么现在还没人提了？秦瑶一个没忍住，就跟边上的游客道：咱们景区好吧？那你们觉得这门票？你们景区好，我们一直都是承认的，不然也不会老往这来玩。哈哈，感谢支持，好就常来。那你们觉得门票？那必须的，下次还来。其实也就是你们这没住宿的条件，不然我都恨不得住在这了。哈哈，会有的。那你们觉得？滚！秦瑶尴尬的摸了摸鼻子跑路了。他一走，游客们就乐了。嘿，还想套我话，非想让我说涨门票，我能上这个当，太坏了。可不就是吗？切记啊，到灵山景区来以后千万不要提那几个字，他特么神出鬼没的，一提人就来了。哪几个字？
就是，这是我30块钱门票能看的吗？话音刚落，只见本来已经走了的秦瑶忽地又一次出现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要涨门票？游客顿时脸黑了，秦瑶笑得更开心了。没多久，节目开始了，远处忽然传来了阵阵轰隆隆的声响，只见黑压压的骑兵分塔而来，只觉得叫人难以喘得上气来。卧槽，骑兵！我勒个去！不是，节目不是王宝保过黄河吗？这怎么还有骑兵？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，这也太震撼了吧！还带这么玩的吗？这时，那高头大马上的骑兵手指着王宝宝的方向，高声叫嚷：“将军快看，那王宝宝在哪？”追兵，这是徐达追王宝宝。不是，灵山景区这么细节的吗？我还以为直接就下水表演了呢。合着你连追兵都给我还原？随后那骑兵将军道：“成，务必将王宝宝给我留下。”是。话音刚落，王宝宝就抱着巨木纵身跳河了，水花飞溅，只见王宝宝瞬间游出了数米。不好，将军，王宝宝跳河了，他竟敢下水！好，他必然要葬身在这黄河之内。话说完，王宝宝已经游出去了很远。将军，那王宝宝又靠岸了，必然是怕了这河水。汉川刚策马跑出去2-3骑，那骑兵又惊呼道：“不好，那王宝宝又下了水，还带上了妻儿老母。”只见那王宝宝将妻儿老母安置于巨木上，自己则是手扶着巨木开始破浪。这又是巨木又是人的，速度竟然是丝毫不减，巨木甚至稳的就像是一艘海上巨轮。游客们见状直接傻眼了。不是，这玩的是真的吗？还真用木头拖人啊！我原以为就是下去游一圈，弄点动静出来，这节目也就这样了。不是，你玩真的，合着这节目一点折扣都不带打啊！等下，木头上坐着2个人，怎么还能犹如快艇一样在河中疾驰？这他妈什么游泳的技术啊！我就没见过游泳这么厉害的。就在游客震惊的同时，嗡嗡的声音不绝的时候，扮演徐达的将军茫然道：“他怎敢？将军还追吗？成，这还怎么追？这可是黄河！你们看这惊涛骇浪，难不成我们也要下去？这要是下了水，那滚滚的黄河水可是能要人命的，可是要吃人的。”啊，那王宝宝他又回来了。令人傻眼的一幕再一次出现了，那王宝宝跳上了河岸，就当人以为这是知难而退的时候，王宝宝却第一时间就去牵马，硬是将那坐骑给拽下了水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怎么可能？大家都是人，为何你这么牛逼？果然天地造人最离谱，这差距太大了。黑压压的一片人群，眼睁睁地看着王宝宝犹如过江蛟龙，在那河内搅风搅雨。忽然行进一半，那王宝宝掉头又回了岸边。他还要干嘛？他不是人都接上了，连坐骑都带上了吗？这还回来干什么？这又要搞什么？上了岸的王宝宝竟收拾起了盔甲，才又一次扎进了水里。人带了马带了，他竟然回头又带上了装备。那明军士卒见到他又一次的回头，也是怔怔的没说出来话，他们是真的惊骇了。原本的节目好像没有回来捉假的这个流程了。其实主要是王宝宝最开始忘了穿，他这才想了起来，多了这一步，2次上岸就变成了3次，但是也把节目的效果和给人的震惊硬生生的往上拔高了一层。只见王宝宝第3次扎进河里，动作依旧迅猛如蛟龙。这时有叹息声传来，果然朕算是看见了他游过黄河的景象。是啊，怪不得老朱能在历史上夸他是天下第1奇男子呢。身份什么的都先不提，这奇男子名副其实，古往今来都找不来几个。闻言，太祖赵匡胤默默的点头。赵光义听着他们的感叹，在边上看着忍不住心里嘀咕着：这宝宝他是水上蛟龙，但朕又何尝不是陆上霸主呢？我有一手驴车绝技，不算自负，算下来我赵光义其实也不是很差的。老朱这一刻的时间看王宝宝眼热得很，他之前光听战报就感叹良多，他脑海中已经有了徐达等人站在那黄河边，目瞪口呆的瞧着王宝宝在惊涛骇浪里的一幕了。这叫老朱想把王宝宝弄到手的心思，那可是就更坚定了。宝宝真是个人才啊，这不到我大名来，这太可惜了。现在工资都是次要的，300块钱我自己能挣，但王宝宝这样的奇男子，这样的人才，这不弄到手，那可真说不过去了。老朱眼珠子滴溜溜的一阵转，眼看着那上岸了的王宝宝，忍不住笑了起来了。此时游客们才终于反应了过来，难以置信的道：牛逼牛逼！我的老天爷啊，这尼玛太牛逼了！大才，我的娘啊！灵山景区这是从哪招来的演员啊？一个小小的节目能给演成这样？灵山景区好了，灵山景区个个都是人才啊！我严重怀疑灵山景区的 NPC 都是奇人，然后他们景区一个个的去山里头拜访给找出来的。就这动静，就这威势，你说他是真的王宝宝来了，我都信。秦瑶在边上听着游客们的议论，有些想笑。游客们竟然还以为景区的 NPC 都是影视能人，这话说的，景区内的 NPC 可比影视能人难请多了，毕竟这可都是从历史上请来的。灵山景区30块钱的门票，却弄出了价值3000万的震撼表演，游客们都以为景区演员都是影视高人，谁知他们都是从历史书里请来的本人。
你们看灵山景区的节目，哪一个是轻易能做到的？对，驴车漂移、庖丁解牛、秦王破阵、太祖盘龙棍，这些哪一个是能轻易做到的？你们没这么说就算了，你们这么一说，我才猛一下想起来，好像还真是这样的。其实灵山景区的节目也不是都这么厉害，譬如秦王绕柱，是个人都能上。秦王嬴政在边上直接就怒了，咋的？就我节目没含金量？这时边上游客还在说，可不就是吗？我上我也行，被人追得跟兔子似的，就拔不出来剑就完了，弄头猪上去跑2圈都行。谁说不是呢？听着游客们的话，秦王嬴政急眼了。我来个逗，我技术含量低我承认，啥叫弄头猪上来都行，欺人太甚。眼睛一瞪，秦王嬴政就想找这游客好好唠唠，好在边上袁天罡赶紧拉住他。大王，别呀，游客是上帝，你管他们怎么说，咱可别急眼啊。嬴政被拉住了，吹胡子瞪眼的，好在蒙恬赶紧安慰道。大王，他们就说点实话，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？嬴政扭头就瞪了蒙恬一眼，这眼神给蒙恬看懵逼了。我寻思着我也没说错话，咋就这眼神了？游客们的话，秦瑶也听见了。说实话，他有点不搞笑。荆轲刺秦，节目简单，但一直都是游客们喜欢的节目之一，参与度高，欢乐。这些游客竟然说这话。忽的这几个游客又道。我看完这节目，说实话，灵山景区的门票真该涨价，真的太便宜了。我现在希望他们能多挣钱，这样才能一直维持景区。我可不希望哪一天灵山景区入不敷出，倒闭关门了。说得好啊，荆轲刺秦就跑来跑去的，就只是顺着柱子绕2圈，可不就是拴头猪都行吗？好人啊，这些游客都是好人啊，他们对景区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。秦瑶深刻地汲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他甚至还冲嬴政道：别这样，你怎么能跟上帝冲动呢？合着秦总也认为寡人的节目，寡人用处不大吗？别人这么说，嬴政是生气，但秦瑶这么说，让嬴政瞬间惆怅唏嘘了起来。见他这样，袁天罡小心瞥了一眼秦瑶，随后小声冲嬴政道：拉倒吧，他方才还不高兴呢，我看就是游客的话说到了他的心坎。不得不说，袁天罡对秦瑶还真是了解。这时由于王宝宝的节目过于精彩，有的游客离去了，但更有许多游客留了下来，连带着游船的生意都跟着好了起来。这好些个甚至干脆就要直接往河里跳，还好锦衣卫赶紧把他们拦了下来。不能下河，不能下河！没事，我就试试，你们放心好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游泳的技术也是一绝，咱不敢说跟刚才的节目那么牛逼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下了水那就是蛟龙入海。那什么，还有马吗？借一匹给我，我也能带着马吗？最后锦衣卫们好说歹说才算是给劝住了。然而这都不是离谱的，那边还有冲王宝宝说的：哥们，你驮我加钱。好家伙！王宝宝是又高兴又无奈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王宝宝头一天在景区内的工作结束了，随后魏忠贤就带着王宝宝一行人在景区里溜达。哇，景区内的夜景简直能叫人眼花缭乱，就这景观都得挣好多钱吧？这算什么直播带货提成，这才是嘎嘎起飞。随后魏忠贤就解释了一番直播的内容。王宝宝总算是知道李白也好，赵飞燕也好，每个月固定工资才这么点，但是别的钱是怎么挣来的了？竟有10几亿人都能在这所谓网上瞧见我，莫说10几亿，若是有100万人买了票，那我这所谓提成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这么多的钱，这得干多少事啊？想到这里，王宝宝心脏都咚咚咚咚的跳了起来了。那朱重八要来的那点钱能算什么？跟这比起来，什么都不算。他平日里工资大头也是自这而来。王宝宝觉得自己又行了，分分钟就能赶上老朱。只是王宝宝没意识到的是，直播带货虽然赚钱，中国也有那么多的人口，但问题是你得火啊！你就算是火了，你还得能卖得出去啊。不过虽然想的有点岔子，但王宝宝的行动力还是很强的。他甚至还找魏忠贤学习请教，以至于等到其他 NPC 下班的时候，王宝宝已经在抱着新鲜的手机。家人们，大家看看小黄车啊！刚下班的老朱见到了这样的一幕，瞬间心头一沉。好家伙，这么快的，这连直播带货都已经学上了，甚至都已经开始了。这对老朱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不能给王宝宝甜头，这要是给了甜头，那还了得！收服王宝宝起来可就更难了。老朱正想着，凑到了王宝宝身边，探头冲直播间一看，顿时乐了，因为直播间人数零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王宝宝还在那卖力的演讲，他是一点都不知道有没有人看，兴许还当10几亿人都在瞧着呢。连个观众都没有，我这可就放心了。瞧见他这模样，王宝宝冷哼了一声，这要不是在直播，我肯定直接离老朱远一点。见他这样，老朱哈哈一笑，你这能卖得出去门票，连一个人看你直播都没有。来，咱叫你瞧瞧什么才叫直播，咱教你个乖。说着，老朱乐呵呵地打开了自己的直播间。只见老朱在直播间内卖惨，半可怜，整整一个非人君可为。瞧得王宝宝只想站起来大声嘲笑，但很快王宝宝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老朱直播间内的人那是一个多，礼物那是一个刷。
特效那是闪个不停。我了个道，门票带货那是轻轻松松999加，老朱的钱原来是这么挣来的，怪不得大明的皇帝为什么会在直播间这副样子，毕竟就这盛况，换我也干了。等老朱美滋滋的下播时，回头就看见了发呆的王宝宝。老朱只觉得王宝宝那简直就是他的福星。咱平日直播间虽然人也多，但可没有今天这样的盛况。这王宝宝可不就是我的福星吗？这宝宝必须得弄到手，说啥也不能叫他走。老朱美滋滋的想着，但还不忘冲王宝宝道：“瞧见了没？这才是直播。咱刚才带这么一回的货，顶你上几年班，你可有什么想法？”放平时老朱要是这么说，就算是嘴犟，王宝宝也得说几句。但这回的时间，王宝宝却是什么都说不出来。碾压的实在是太狠了。老朱也太狠了，为了将宝宝收入麾下，竟在直播间卖惨，1分钟就挣了上百万。碾压的实在是太狠了。这网络饭可不是谁都能吃的，得看命。景区这么多人，也就咱和李白、飞燕直播间的人多点，你想比过咱可不容易。这是实话，始皇帝和嬴政是乃至于李世民都比不了的。所以啊，宝爸，你就放下你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吧。你拿什么和咱比？咱挣的钱，咱都能将你们大元给砸死了。历史上咱就能灭大元，何况是现在？所谓的大元，不过是随手可灭罢了。王宝宝回过神，不服气的梗着脖子反驳道：“朱重八，你莫要猖狂！本将刚到景区，万一本将直播也火了，不是咱打击你，你现在连直播都还玩不转呢？你会上连接不？你看你连上链接都不会，你还说你会火？这下瞬间给王宝宝整麻了。啥叫上链接？咋上？往哪上？王宝宝人都恍惚了。老朱趁机补刀。再说了，你身为异族，你觉得在网上你能火得起来，可不见得所有人都待见你哦。随你如何说，你又如何知道？那网上别人必然不喜爱我，我乃天下第一奇男子。王宝宝却忘了，天下第一奇男子还是老朱给他封的。好，算你能火，算你明天就能火。但是，你当如何？但凡你有一点火的苗头，咱就先灭了你大元。哼，当我大元怕了你大明，本将说不定也能月月入个几万块。咱先灭你大元。今天只是意外，说不定明天我直播间就有110万人。咱先灭你大元。本将，你火不火的？咱先灭你大元。本将月入100万。你100万不100万的？咱先灭你大元。王宝宝再也忍不住，气得就差点喷火了。好家伙，真要是这么玩，那我大元确实废了。挣钱和转化国力都需要时间，我要是刚有苗头，大明就动手，根本没活路。王宝宝仰天长啸，机欲吐血。就在这时，李世民好奇地走了进来。他咋了？可能是觉得没盼头了。闻言，李世民哈哈大笑。老朱怕把王宝宝打击得太狠，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哎呀，别难过，都是命运的安排，看开点就好了。你看历史上大元不也没了吗？现在也没什么区别，对不对？”此话一出，王宝宝猛地看向老朱，眼中凶光乍现。老朱一挑眉，高声呼喊道：“征北大将军何在？在此。”随后朱棣麻溜地跑了过来。爹，您叫我呢？老朱这喊了一嗓子，顿时大明朝的其他人也都跟着溜达了过来了。王宝宝一见这场面，顿时蔫巴了。这下好了，挣钱挣不过人家，在景区也搞不过老朱，大元和我的未来都一片灰暗，天要亡我大元啊！咋了这是不是想找事？哟，这不宝宝吗？早上就来了一次，现在还不老实。实不相瞒，这锤子朕天天在景区敲敲打打，还没砸过人。陛下，俺们手里的锯子也一样，真的上吊绳，也还没吊过别人。朱由检、朱由校等人都期待地看着王宝宝，就连朱允文都瞪着眼。此时的王宝宝只能是瑟瑟发抖，说不出话了。老朱哈哈一笑，打圆场道：“去，瞧你们这样子，咱没事，就是一天没见老四，想看看他。”听老朱这么一说，朱棣嘿嘿一笑，明显是很开心。王宝宝则松了一口气，心里的怨念也少了些。老朱见状，趁热打铁劝道：“宝爸，咱跟你说的都是实话，换你在咱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做。大明现在灭你大元分分钟的事，只是咱不着急，早晚的事。历史书就这么写的，历史大事改不了。”王宝宝也深知这个道理，甚至觉得要是互换下角色，他可能做得比老朱还绝。然而始皇帝等人听着老朱忽悠王宝宝，憋笑都憋得颤抖了起来。都到景区来了，这历史还不能改变，也就老朱会这么忽悠着你。但老朱厚着脸皮继续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的继续道：“就算历史能改，在咱们这也改不了。咱是真惜才看上你这个人了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大元、大明何必分那么清楚？现代社会各民族都是一家人，人活着是为了过得更好。那元朝倒行逆施，残暴不仁，这样的一个王朝，你忠什么心呢？快来大明吧！以后大明统一全世界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国家，你只是更早融入。统一全世界，这话以前我听着确实会嗤之以鼻，但老朱工资这么高，还真有这个可能。朱在边上说的痛快，王宝宝却是沉默再沉默。老朱也不着急，拍了拍他的胳膊：“到点了，咱要去直播了，争取今天再挣个1000把块。你该下班了，回去早点休息吧。”
老朱走后，众人也是该下班的下班，就相继消失在了景区。随后，王宝宝也低着头离开了。其他人下班都是回各自朝代后好好的休息，唯独王宝宝从黄河岸边的枯草中钻了出来。他早上走得急，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呢。娘，王宝宝一说话，他的妻儿和老母就从隐蔽处浑身狼狈地钻了出来。宝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额娘担心死了。王宝宝消失的突然，娘仨一天都提心吊胆着，连口水都没敢喝，就生怕明君会出现。此时王宝宝垂头丧气的，欲言又止。伯姬，无碍，回来就好，不消多说。王宝宝思量片刻，还是把景区的事说了出来，尽管太过玄乎，但说完，王宝宝还是叹息了一声。大员没了。王宝宝的话让老娘和媳妇瞠目结舌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宝儿，你当真不是胡扯？伯姬，我没胡扯。王宝宝苦笑连连。福尔乃蛮氏见他这副模样，连忙追问道：那景区真有那么多人，历来都在？有比咱们晚的，比咱们早的也多。那大明皇帝真能挣那么多钱？他挣钱很简单，景区里大明的人也多。历史上大元朝真那般不堪吗？是不是就算没有景区也会灭亡？王宝宝沉重的点了点头。福尔乃蛮氏又问了后世的情况，王宝宝都一一确认了。大明朝真能统一全世界？应该可以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只是时间早晚。儿啊，降了吧，降了大明，咱们走得不远，明君就在河对面。王宝宝看到朱元璋直播一场几十万，刚下班就被妻儿劝投降大明。额吉知你心思，要挽救大元，但额娘也听你说了，历史上咱们就没这个本事，何况现在。而且你还说了，后世是那般的，降了亡的只是元，我族还在。大明的皇帝有天大的本事，能统一的了全世界，那还能没有我族的栖身之地吗？趁明皇看得上你，你现在降了，待到真有那一天，明皇想忘记你的功劳也难。听福尔乃蛮氏这么说，边上的媳妇也在一边附和谏言。王宝宝听着是一阵的拧捏纠结。你还在想什么？你降了，我族还在，以后咱们也是神州华夏的一员。大明的皇帝有这个实力，难道你还要带着族人负隅顽抗，多死一些？福尔乃蛮氏站起来就冲着黄河边走去。伯姬，你不去我去，这巨木送我们过来，再送我们回那边。王宝宝一见这情况，顿时急了。伯姬，我降，伯姬我降了，你勿要将儿留下来。福尔乃蛮氏听见王宝宝的话，喜笑颜开，劝降王宝宝。这不是他的出发点，福尔乃蛮氏真正的出发点是元王必然，而他的儿子也没几年，大元王不王的他不关心，但自己的儿子，他还想叫他多活许多年，可不能历史重蹈覆辙。快走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没吃没喝的，额娘已经饿了。现在过河到了明君那，说不得要好好伺候一些。额吉，夜晚水冷，不如明早。明早你还要上班？明军大军扎营在此，徐达早前根本就没派人去追击王宝宝，理由很简单，王宝宝过了河还不跑啊！等到追兵过河，那都猴年马月了。但就在这时间，悉悉索索的黄河岸边上来了几道人影，同时还伴随着一声马鸣。是王宝宝。我动，去通禀你们大将军一声，说我王宝宝带妻儿老娘来降。王宝宝这话一说出来，明军士卒更震惊了。我去通知大将军。很快，营帐内的徐达噌的一下子不可思议地站了起来。你是说王宝宝又回来了，并且还是来投诚的？真没认错人。正是王宝宝无疑。他带了几人？还是他妻儿老母，外加那坐骑。瞧着早间过了黄河之后就没走，此时又回来了。有待小心将人请来。且慢，我去请人。说着，大跨步走出帐外。此时，徐达心情激动复杂。好家伙，妖兽了啊！王宝宝竟然投诚了过来，快坐。但是真当话说完了之后，面对王宝宝这一架，一时之间，徐达硬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。好在得知王宝宝投诚过来的第一时间，徐达就命人将消息传递回京城。整个点的时间，朱标都已经收到了消息了。王宝宝竟然投诚了，可惜父皇不在，否则必然大喜也。快回电报，问一下王宝宝为何投诚。另外，下令对王宝宝一行一定要礼遇。不过这个时候，见明军大将和自己垂头丧气的儿子都没开口，将军可是要问我儿为何降了？确实想不通，况且你们已经过了黄河，我等也并未追击，老妇人可否为本将解惑？自然，我儿愚昧，此前多有受那北元蛊惑，此次我儿得以见了我大明皇帝真言，备受折服，这才再度回转，马不停蹄便来投诚。福尔乃蛮氏说话也有水平，说的全是王宝宝的功劳，以示王宝宝真心，顺带的也夸赞了大明。徐达频频点头，但很快徐达就反应了过来了。见了大明皇帝，你去景区了。王宝宝闻言诧异的看了徐达一眼，没想到他竟然也知道景区。不错，昨日去的，见了猪，呸，见了陛下，以后本将也在景区上班，和陛下填为同事。好，
还得是陛下有本事。而且清楚景区的徐达也深知，大明多了一个能在景区上班的王宝宝意味着什么。快，来人，备酒备菜，另外着人赶快收拾一间营帐出来，将榻上堆叠渲染，好叫老夫人和左丞相妻儿一会好生休息。对了，将左丞相坐骑牵下去，好生照料，一定要用上好的精料喂养。是。再烧一些热水备好。左丞相渡黄河而来，身上难免被冷水浸润。是。徐达那是一通吩咐啊，这是想降该有的待遇，这叫王宝宝自己都忍不住侧目了起来。左丞相，我对你神往已久啊，恨不能亲近，可惜以往没有机会。好在往后你我同朝为官以后多的是机会。上酒，我要与左丞相一醉方休。热情的有点过头了，但该说不说。在徐达一番热情之下，王宝宝原本心里头的膈应顿时消失了大半。次日一早的功夫，王宝宝出现在了景区内，老朱探头探脑的出现在了落脚点内来了。宝宝，昨夜回去之后睡得可好？瞧你样子似乎不太开心，哈哈，是不是被咱给打击到了？没事，想开点嘛。咱昨天给你说的话，你回去之后有没有好好想想？老朱这是纯来骚扰的，嘴里叭叭叭的，那是能说得很。睡得不错，还喝得酩酊大醉。徐大将军酒量好，本将勉强应付。来上班之前，徐大将军还特意将我衣物烘干。老朱压根就没仔细听这话。那就好，可得好好休息，毕竟还得上班。你说啥？徐大将军是谁？徐达，你和徐达喝酒了？朱元璋在景区听说王宝宝投降了大明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王宝宝被徐达给擒了？那个，你咋想起来和徐达喝酒去了？徐达过河找你去了？咱记得宝宝你和徐达好像也没什么交情。陛下，昨夜下班回去之后，额吉劝我。王宝宝也没舔着脸硬说是自己想通了，具体的过程这都已经不是重要的了，重要的是王宝宝的这一声陛下，给老朱直接叫的骨头都酥了。行了，宝宝行了，天大的惊喜啊！要知道就在昨天，王宝宝还一口一个猪虫疤。这个快那什么，快起，我的宝宝真当是，哎呀，老夫人真是有心了。那个宝宝，你早上吃饭了吗？老朱激动到什么样？反正是连贯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而且老朱昨天吹的牛逼吹得很，但其实他清楚，以王宝宝的本事，直播带货早晚的时间肯定能火。陛下，吃了的。徐大将军后代很是周到。你还别说，没归顺就算了，现在真归顺了。王宝宝的态度很正。徐达办事咱放心。也就在老朱话刚说完，朱棣朱由校、崇祯几人对视了一眼。恭喜太祖爷的此爱将，贺喜太祖爷。左丞相能入大明，乃大明之幸。朱棣等人由衷的高兴啊，这下好了，以后这都自己人了。唯一遗憾的是，王宝宝在景区挣的钱不能分点给我，这要是能分点，那可就更好了。本来就兴奋的不行的老朱，听见朱棣几个人的话，这下可是一点都忍不住了。老朱把王宝宝给收了，不意外，早晚的事。瞧给他高兴的，哈哈，换我也得笑开花。这王宝宝水里的本事了得，假以时日，直播带货不得火了去了。话说，朕也知道王宝宝肯定会归顺老朱，但是这也太快了吧？昨天还不这样呢，回去想通了呗。其实仔细一想，不归顺还能咋地？拿什么跟大明斗？嘿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朕都恨不得大哥二哥都来景区呢。虽说朕的这个时间点，他俩都没了。始皇帝嬴政等人实在是太吃味了，都觉得老朱这下可是大发了。此时的老朱可不管他们有多吃味。宝宝你冷不冷？宝宝你真吃饱了吧？宝宝你放心，咱一定好好待你。对了，你有病，三位神医人呢？咱带你找他们给你瞅瞅。老朱亲切的。左一句宝宝，右一句宝宝，硬是把王宝宝的鸡皮疙瘩都叫出来了。他拉着王宝宝就去找三神医。三位神医，快帮忙瞧瞧有没有什么暗疾什么的。咱宝宝历史上可是死于疾病。三位神医都傻眼了，还好帮忙看了一眼。王宝宝身强体壮，基本没有任何问题。三位神医的医术高超，就没有他们治不了的。但是咱们景区到底还是没设备，等以后秦总再带咱们去医院，咱就带你去做个体检，更放心一点。王宝宝初到景区什么都不懂，只听老朱在那一个劲的叭叭一个劲的说，他见了苏轼就吆喝，跟咱宝宝来杯奶茶。王宝宝连忙就要拒绝，毕竟那可是苏轼的奶茶啊，昨天一早喝的，这回还能回味呢。老苏你别坑人啊，来杯正常，别搞得咱宝宝还以为现代奶茶就这个味呢。得了，苏轼撇了撇嘴，看不起谁呢？尽管这么想的，苏轼还是答应的痛快。王宝宝也是喝上了正常的奶茶了，那个味叫他瞪大了眼。这边奶茶正喝着，那边老朱就拉着他走街串巷起来，还给他介绍起来了景区来。咱以后就到你乘船的那边要饭。说完还甜蜜的看了王宝宝一眼，转了一圈，又拉着王宝宝去见马皇后。妹子，你瞧，宝宝以后就跟咱了。马皇后笑吟吟的打起了招呼来，王宝宝连忙见礼，见了完，老朱哈哈大笑的拽着王宝宝。
这回老朱又把王宝宝拽到了朱棣等人面前。来，老四，见过你宝宝叔。宝宝叔，朱棣都懵了啊！但瞧老朱那高兴的样子，这时候还是赶忙答应。老朱待王宝宝那是好一通殷切，他手上有钱，而且还很多，都是换不了东西，拿不回大明朝的钱。譬如上次李白还叫秦瑶拿去用呢。NPC 们现在除了直播、网购什么的也学得挺溜的，这一个个闲着没事的时候，尤其是住宿舍的，那是买了不少东西回来，有的给自己换了直播设备，有的给自己换了新手机。老朱想带王宝宝尝尝现代食物的花样，那到了门口小吃摊，那随便花，他买单。但是奈何到了上班的时间点，咱想给你花钱，咋就到了上班的时间了呢？嗨呀，等晚上下班，咱再带你来。咱跟你说，咱们景区门口的小吃花样多着呢。陛下不必如此。嗨呀，谁叫咱稀罕你呢？这话说的，王宝宝手臂又收了点。就这样，老朱硬是给王宝宝送到了工作岗位上，送到了地方他还不走。瞧这样子，就打算在这要饭了，跟离不开似的。啥情况？这俩啥时候这么好了？这跟穿了一条裤子似的。还能有啥？就是王宝宝降了呗。昨天还想着咋整人家呢，这不，今天拉着到处显摆。可不就是嘛，不就多了一个人吗？朕大唐这么多人，不也没啥吗？瞧给他能耐的，到处乱窜，跟没拴绳似的。看看他那样子，朕得一爱妃也没见这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咋了呢。这一个两个的说的话，听着那是阴阳怪气的。秦瑶听见了这些，忍不住是哈哈大笑啊。好家伙，明显这一个个的是羡慕吧？好了，该上班吧。羡慕人家干啥？王宝宝这是投了，这要是没投，老朱那还多一个麻烦呢。一帮人点了点头，打了招呼就要上班去了。俩赵没来吧？没看见，没来。赵匡胤和赵光义今天都休息，直接就没来上班。虽然说是休息了，但是赵匡胤和赵光义可也没闲着。这一刻的时间，两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出现在不同的战场上，但是战场上目标却是同一个：开宝9年。哈哈，官家，北汉算是亡了，燕云16州，一囊中之物。算是没浪费我等一天的休息时间，着力进城之后优待百姓，约束兵卒，勿要生事。与此同时，赵光义这边的进度虽然慢了一点，但成果几乎是一样的。不过和赵匡胤中军坐镇不一样的是，赵光义却是出现在了战场上，而且还是熟悉的高粱河畔。历史有名的高粱河畔车神赵光义，此时竟然开着现代9手桑塔纳在战场穿梭。将军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耶律休哥闻言眼眶欲裂，他怎么也想不通宋军到底是哪来的这些神仙手段。沿河路而行，尚有一线生机，快护宋将军。耶律休哥被拖上了马，顺着高粱河仓皇逃命。他在前面跑，宋军在后面追击。清兵虽然忠心耿耿，但是很快一个个都被射下马来，最后仅余耶律休哥一人。就在这时候，只见浓烟滚滚，一物以极快的速度冲着他就冲了过来。也就在这功夫，耶律休哥看清楚了来的是什么东西了，那是一个漆黑的奇怪的盒子，发出来咆哮声。这盒子里面好像还坐着人。耶律休哥哪里去？走为何不跟朕说上一声？说完这话的时候，赵光义还特意的轰了2下油门，这油门传来的轰噪，惹得本来就在后座上伸展不开的赵小绿叫了起来。赵光义到底还是把赵小绿带上了，你还别说，他这还真防着车子抛锚呢。耶律休哥真有驴车绝技，虽中箭，但能死里逃生，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绝技。话说到这，赵光义忽然惊疑地冲着耶律休哥道：对，你竟然没带驴，那你完了，你跑不了了，你连驴车都没带，你怎么跑得掉呢？说着哈哈大笑着撒开方向盘，抬手就从副驾驶上抓起来了一副弓箭。还真别说，这时候的赵光义真是好贱，骑马都被追上呢，骑驴那可不更死完了。赵光义搭弓透过窗户冲着耶律休哥就一箭射了过去。官家，耶律休哥死了。官家神威，这耶律休哥被一箭射穿喉咙了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官家刚才此举着实冒险。赵光义从车上下来，摆了摆手道：朕知道，朕就是泄愤，以后自然不会。毕竟历史上他是被追的那个，火气总要泄一下。官家，这一战赢了，咱们大宋收回燕云16州指日可待。是啊，官家，不如趁此机会渡过这高粱河。官家，赵光义咧着嘴大手一挥，过河。武将们瞬时兴奋起来了，建功立业就在今朝啊！此时景区倒是有条不紊的继续运行着，崇祯继续表演上吊，秦王依旧绕住，朱允文还是想方设法的躲藏，朱棣还是有条不紊。至于老朱，则是跑去码头去要饭，只是时不时的冲着王宝宝看上几眼，眼里全是柔情。这刚到下班的时间点，大秦一群人直奔落脚点就去了。啥情况？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早？难不成大秦那边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？是啊，下班好歹还能玩会手机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不说记点资料了，大秦这么多人，光是直播好歹也能赚点。见他们在这猜测，引得老朱等人都好奇的走了过来了。当然了，老朱不是自己来的，还拉着王宝宝。王宝宝怪害羞的。得了吧，猜什么？他们回去开业，看给你们好奇的。开业？
啥开业？大秦这群人就是闲的，他们就一拖拉机厂开业，这一个个就急着回去什么裁剪什么玩意的，不就是批量化制造出来了拖拉机了吗？而且还是蒸汽版的，也不知道积极个什么。那小营子还说什么第一台拖拉机下线和出售，具有跨时代意义。呸！不知道神气什么。一群人忍不住互相对视了一眼。大秦拖拉机都量产了，还是蒸汽的。大秦有了这拖拉机，那国力……秦王一点都不急着统一，何者是做这些事情呢？听着众人的话，始皇帝撇着嘴道：“不就是拖拉机吗？”嘴上虽然是这么说的，但实际上始皇帝简直是羡慕妈了。他秦朝这边还没一撇呢。真亮，这多少烛火也不能有这么亮堂。这个叫电灯，以后能走进咱们千家万户。咱们以后也能用得上。大王是这么说的，还说先照亮咸阳每一个地方，然后慢慢扩展到咱们整个秦国。那可太好了！拖拉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？百姓们翘首以盼，议论纷纷。这时候准备工作做好了，大家肃静一下，下面有请大王上台讲话。嬴政施施然地走上了高台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！咸阳城的百姓都到这来了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。没错，正是我们大秦咸阳第一拖拉机厂正式开业的时间。此时此刻，寡人感慨良多啊！回想起来，这一路走来艰辛无比，终于迎来了咱们大秦第一台拖拉机正式下线，正式进行销售的时间。要不说还得是嬴政，就有这个演讲的天赋。这一开口，硬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没停下来。这次不只是大秦的臣工们了，硬是连大秦的百姓们都昏昏欲睡。大王说啥呢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什么回望过去和展望未来。啥意思？不明白。百姓们是云里雾里，反观大秦的臣工们则是痛心疾首啊。看来现代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能学。眼瞅着嬴政没完没了，内侍壮着胆子提醒了一下：“大王，快要到吉时了。”这话才算是叫嬴政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，最终拿起来了剪刀，一剪刀剪在了红布条上。大秦咸阳第一拖拉机厂正式营业，烟花在头顶上绽放，绚丽多彩，照亮整个咸阳城。签约仪式现在开始，有请户部主事。在台上主持的吆喝下，户部主事红光满面的走上台来。户部主事代表买主，而嬴政也坐在了签约桌前。他现在的身份代表的是咸阳第一拖拉机厂厂长。来看一下合同有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咱们就把钱付一下。另外，你们要求配套的华丽，还有播种机、平地耙、抽水机这些，一并都在合同里写明了。咱们是3年质保，3年的时间内，你们的拖拉机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找咱们咸阳第一拖拉机厂进行售后。是。对了，还有你们要求加装的小牛皮座椅、夜间行车灯、限定玫瑰红漆面都在合同里。户部主事也没敢细看，赶紧签了字。这字一签完，恭喜你们成为咱们老秦头牌第一批拖拉机车主。秦始皇嬴政竟然干着卖拖拉机的买卖，还是大秦老秦头牌拖拉机厂厂长。原来他带着100多号人在景区上班，一个月工资10几万。下一步重点发展咱们的钢铁产业，目前这一点是硬伤，想要快速发展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。另外，咸阳城打造计划也要提上日程。公布的意思是先整体对咸阳城进行道路硬化。总而言之，对于大秦来说，现在就是百废待兴，方方面面都要加快建设的脚步。大王，燕国那边来了使臣，递来国书请求归附。燕王喜终究还是扛不住了，6国都灭了5个了，就剩下他们一个燕国了，就跟看不见似的。要杀要剐也要给寡人问个痛快。关键是大秦看不见他们燕国就算了吧，这秦人还有事没事就到燕国溜达一圈。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累了。但谁知道嬴政听到了这话之后，微微怔了一下。大秦还没统一，还有一个燕国，没空把燕国使臣送走，没看都忙着呢吗？哪有时间管他们燕国？叫他们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就是哪有时间管他们？发展都发展不过来呢。啥燕国不燕国的，这都正忙着呢。这节骨眼填什么毒？这话传回燕国使臣那，却叫燕国使臣直接就傻眼了。不是，还带这么玩的，这是为何？寡人都做好了是杀是剐的准备了，这合着连投降都不让了。燕王喜的整个世界都灰暗了。实际上他完全是想多了，真实情况是大秦是真的没空管他们。倒是在同一时间，三国这边距离前方城池还有多远？只差10余里了。进了城，可能寻到那华佗。主公，那华佗不在城中，而是在城后5里开外的庄子内。到了那里，便能寻到那华佗。一脸疲惫的曹操听闻这话，不由得哈哈笑了起来了。一路行来，总算是到了地方了。不曾想这华佗竟然还颇有家资，竟然还有庄子一处。如此，那便不再耽搁了。我等风餐露宿良久，快马加鞭，自去到那遗失华佗的庄子上借宿一宿，也好洗去风尘。你说谁？曹操。你是说外面来了一群人，自报家门叫曹操？
正是。好家伙，华佗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他这还没找曹操呢，曹操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这是报仇雪恨的时间到了。这属实不对啊，曹操怎么跑他这来了呢？按照历史上来看，这节骨眼不该这样的。踌躇之后，华佗可不管这么多，当下定心下来，这嘴角不由自主地翘了起来了。快请安排酒菜，将我那蒸馏酒拿来。算了，我自己来。这蒸馏酒可是华佗特意搞出来的，本意是为了用来消毒的。可是现在这东汉时期没有的好东西，不得不说，曹操是真有口福了。光酒还不够，华佗打开酒坛子，又在里面加了点东西。他先加了点2甲苯胺塞嗪、丙泊酚，叫庖厨上好菜，不要吝啬调味料。酒都上好酒了，菜还能差了？有什么上什么。炒菜、烧烤加火锅，华佗转头又安排了300个舞姬，只待他摔杯为号。这些舞姬就能跳出来为曹操献舞。他本人袍子里有暗藏聚酯纤维的甲胄，这些都做好，华佗总觉得还不放心，甚至还安排了火药，为的就是回头给曹操献上烟花。华佗刚到厅外，就见家中仆人正犹豫道：“不如将此二马拴于门前，曹公等人也可一眼观之。”此二马多次救我家主公于危难，马虽没处，但我家主公待他如同恩人。我家主公所到之处，此马便同他同寝。且去与你家主人去解释缘由。华佗一眼就瞧见了曹操牵着的2匹马了，华佗顿时一愣：“哎呦我去，这不同事吗？”平时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他打边上过的时候，绝影和找黄飞店还稀绿绿过，跟他打招呼呢。华佗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了，一瞬间就大概猜出来了曹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，同时为什么会说这2匹马什么就他于危难，恐怕是这2匹马早上就消失不见了，下了班才回来吧。马又不会说话，曹操又弄不清楚，这才走哪带哪的吧。没想到送到了他的门上来了，打定主意明天上班就去问问秦瑶去。这同事要是跟了我，那同事的工资我是不是能带来？曹操等人还没看见华佗，2匹马就先看见了华佗了。马叫声未落，华佗已拱着手快步迎了上来。怠慢了，怠慢了，这位便是曹公吧？华神医当面，我等不告自来，属实讨饶了。允，这说的哪里话？华佗久闻曹公大名，恨不得一见，适才听闻曹公来到，便连忙吩咐家中仆人去准备酒菜去了。有些不放心，这便来得迟了些。衣衫凌乱，尘土满面，算算日子，这会儿正是诸侯会盟的时间点。看来这不是来求医，是打了败仗跑路来的。华神医委实客气，倒是我等平添了麻烦。冒昧问一下曹成，曹公，不知曹公到此来是为何事？差点喊漏了嘴，这会儿他还不是丞相呢。实不相瞒，只为华神医而来。曹饱受头疼之苦，时不时便会发作，寻遍医者不见好转，为此不得已打听神医所在，星夜驱驰赶了过来。华佗微微颔首，目光却透着一丝了然的冷意。头疼，历史上你就是死在这病上，治个毛线！既然送上门来，原来如此。这样，曹公舟车劳顿，今日便好生休息，待到明日，我再好好为曹公诊治。来人呐，上酒菜！随着仆人鱼贯而出，一股从未闻过的浓烈衣香瞬间霸占了整个庭院，那是现代工业调味品对这个时代的降维打击。神医，这些菜式为何从未见过？这香味未免叫人垂涎。呵呵，这些都是闲来无事自行研制的，坛中换作炒菜，这铜鼎之中换作火锅，加了些许秘制小料，香味浓郁。但这火锅味有辛辣，吃的时候可要小心点。华佗率先动筷，仿佛是一个信号，曹操与众将再也按捺不住，风卷残云。果然辛辣，但这味道着实丰富。华神医不愧是神医，这味道简直绝美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一点味精就把你们香迷糊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对了，快把酒水上来。酒封一开，一股霸道的酒精味直冲脑门。这酒也是我研制的，比杜康辛辣许多，常人一碗恐怕都喝不完。曹公可慢慢品用。痛快！武将喝酒哪有什么小酌的？众将举碗便干，辛辣入喉，一个个龇牙咧嘴，却大呼过瘾。华神医真乃神人也，不仅医术高明，这庖厨之道竟然也有这么大的造诣。看来我这头疾总算是找对了人。曹公放心，明日诊治华佗必然用尽毕生所学。话音未落，荀彧整个人毫无征兆地栽倒在地。没事，我没事。成何体统？华神医勿怪，未曾想这才吃了1碗酒，这便醉了。华神医的这酒果真是仙呐！紧接着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扑通，又倒一个，扑通，再倒一个。快将几位将军好生安顿起来。度数是不低，但这倒的也太快了。果然，里头加的那东西发挥作用。哎呀，华神医为何不饮酒？空气瞬间凝固，曹操的手按在案几上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多疑的寒光。明日还要为曹公看诊，恐误事。
哈哈，这有什么？明日不行便后日，这头棋也不是1日2日，现如今尚未发作，不在乎一时。既如此也好，不过我只能与曹公小酌，这酒水性烈，多饮恐失态。华佗也端起来酒杯浅尝起来。曹操见状，开怀的与华佗共饮起来。这没多大会的功夫，就连华佗自己都感觉眼神飘忽了。安排曹公。曹操一行还剩余几人，只浅尝了饭菜，并未喝酒。神医不必麻烦，只求栖身之地，我等自会照顾主公。说完，这几人还有些无奈，他们这会的时间也是眼皮子打架。然而他们哪知道，那也是因为菜里加了料了。华佗闻言哈哈大笑起来，摇摇晃晃起身，随后举起手中酒碗，使劲往地上一摔。来人，给这几个也捆起来！看着眼前被五花大绑的一代枭雄，谁能想到这竟是让天下诸侯闻风丧胆的曹孟德？只因酒后乱撞误入仇家大门，不仅送了人头，还要被迫偿还1000年的血债。此刻华佗看着手里的刑具，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脊背发凉的慈祥微笑。家主，这几个随从太弱了，3下5除2就拿下了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他们刚才嚷嚷着只是来找华神医看个病，咱们是不是下手太黑了？庶子也敢？什么看病？这是自投罗网。苍天有眼，当年想给我开瓢，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捆绑的结实吗？曹操部下皆是猛将，切莫叫他们有逃生的机会。家主放心，捆得跟粽子似的，一准挣脱不了。要差人12时辰时刻看守，2、3人一组，不可有懈怠，眼神不离身。是。那曹操呢？也按照吩咐将其捆绑在柱子上，期间他丝毫未动，此时还鼾声如雷。快带我去！这就是那个名叫我负天下人的曹孟德，怎么看着有点短呢？是和秦王剑一样高哈。愿把那东西拿来。谁？曹公，别来无恙啊！哎呦，华神医，华神医，这是作何啊？作何？还能是作何啊？自然是报历史之仇啊！哎呦呦，庶子儿敢，骨头疼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曹公莫动，皮解，皮解哈！家主这是什么爱好啊？可不是吗？这既不杀也不宰，光听着叫唤。愿曹公笑一下，茄子。我的眼睛，这是何妖术？清晨的阳光洒在景区，游客络绎不绝。张仲景和扁鹊一脸疲惫地走来。哎呀，昨晚回去又有10几个求药的，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这哪是上班，简直是连轴转。此时，华佗哼着小曲儿，背着手走来，他面色红润，容光焕发。走了，2位神医。哎呀，华神医今日气色为何这般好？有喜事吗？你打鸡血了，大家干的一样的活，你怎么跟吃了仙丹似的？鸡血倒是没打，但是张神医可算是叫你说对了，我这还真就有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。这喜事说出来，怕是要吓死你。这俗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这气色可不是好嘛。稍待，神医稍待。红鸾未动，财帛未尽，断赞。周围迅速围了一圈吃瓜群众，包括刘大和刚下夜班的刘虎。可算出来什么来了？没错，要相信科学啊！贫道这不是等华神医自述呢吗？拉倒吧你！瞧你这死样子，还得秦总来了你才老实。到吧，走，咱们也去听听。行了，还是我自己来说吧。实不相瞒，简直意外之喜。此话要从昨日说起。昨日我下班回去之后，啥？你是说曹操找你去了，还被你给放倒了？谁？真是曹操吗？不是，确定没开玩笑。哎呦我去，当真的？千真万确，现在还捆在我家柱子上呢。哎呦我的天啊！华神医你是会玩的，我的娘啊！怪不得你这么开心，合着是仇人送上门来了。好家伙，你还真是喜事啊！曹操竟然栽在了你手里。就在众人笑得前仰后合时，嬴政背着手走了过来。对了，那曹操个子高不高？你还真别说，我还真就特意看了一下，比划了一下，曹操的个头差不多，还真就跟秦王你的秦王剑差不多高。当真？就这么高？哎呦，曹操还真就这么高啊！哈哈，以前只是比喻，没想到还真的是。笑死人了！你们这群人啊，人家都这样了，你们还在这调侃呢？那是他自己不争气。华神医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什么时候给曹操开颅？贫道想去观摩观摩。实不相瞒，未曾想好。杀了他吧，那是便宜他了；放了他吧，我又咽不下这口气。不过这开颅端必须开。
历史上我就是因为要给他开颅被送走的，好心当做驴肝肺，这能忍？这曹操的脑袋，反正我是开定了。当然了，暂时稍待，反正人都在我手里，待到医疗条件提升了之后，再为这曹操开颅。曹操这回算是彻底栽了，脑袋被华佗预定，人也被扣下了，一切的崩坏，竟然只因为几匹没领工资的马。这曹操的脑袋我是开定了，不过暂时稍待，反正人都在我手里，待到医疗条件提升了之后，再为这曹操开颅。华佗这算盘打得响，生怕现在动手把曹操送走了，以后条件好了再送走，那就只能怪曹操命不好了。哎，老华老张，你俩咋不想着顺手把天下拿了呢？平日里较为繁忙，这心神聚在医药之上，倒也不是非也可为，只是分身乏术。对，我也没那时间。不对啊，朱棣这一嗓子把大伙都喊愣了。既然你俩啥都没干，没改变历史，那按时间算，曹操这会儿应该在讨伐董卓啊，怎么跑你那看病去了？是啊，历史上可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咋回事，我们是没变，但河边吃草的赤兔马你们看见了吧？那马跟我们是一个时代的，肯定是马突然消失来景区上班，联军那边乱了套，曹操为了追马，一路追到我这儿来了。卧槽，赤兔马是跟你们一起穿来的？曹操是追马追过来的，合着历史是被马蹄子给戳烂了。一帮人脑补着那画面，两军阵前，吕布骑着马正装逼呢，马突然没了，曹操正追呢，马也没了，这哪是战争片，这是科幻片啊！还是你们玩的花啊？哎，华神医，马现在既然在你手里，那是你的马了。是啊，怎么了？这马在景区可是有工资的啊。这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在景区10块钱能买到的现代工业品，放到古代那就是神器，而马的工资是300块。而且上个月赤兔他们没领工资，都在那攒着呢。300块能买多少抗生素，能救多少人？这是钱吗？这是命！卧槽，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是600块啊！绝影和爪皇都在，我这就去问。刚才还是功名如粪土的神医，此刻跑得比赤兔马还快。行啊，绝影和爪皇以前是曹操的，现在归你了，工资自然给你，你签过来，让马蹄子在工资单上按个印。好，多谢秦总。华佗抱着巨款走了，留下了眼巴巴的张仲景。秦总，那赤兔还有，你也想要？华佗多了2份工资，那得买多少设备？我呢，我还是死工资，不行，这差距太大了。那不行啊，这马不是你的啊，马要是你的就能给了。马要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一代医圣的脑海里，此刻只剩下2个字：抢马。赤兔还有董卓那边的都抢过来，那就是3份工资，我的都是我的。当华佗领到工资的那一刻，医圣张仲景的道心碎了。什么悬壶济世，什么淡泊名利，在几匹汗血宝马面前，统统不如搞军火香。凭什么？他华佗不过是多看了几个病人，竟然发了马，还是几匹？不行，这口气咽不下。别的东西我不在乎，哪怕他当皇帝我都不眨眼，但那是马。火药必须造，盔甲马上造，只要把队伍拉起来，便利搞通，无人机买好，我就不信吕布那个见钱眼开的不给我换马。张仲景越想越激动，已经完全沉浸在军火换马的宏伟蓝图中，而旁边的华佗正美滋滋地盘算着怎么养马，突然感觉背脊一阵发凉。那另外几匹马？话都没说完，看着老友那几乎要喷火的眼神，华佗瞬间秒懂。你想要？没错。那我就不惦记了，若是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只会一声。好，事不宜迟，下班回去就开搞，早一天搞出军火，钱就早一天领。两人愉快地达成了分赃协议。此时正值景区上班高峰，游客如织，秦瑶背着手，像个老地主一样在景区里溜达。售票处忙得热火朝天，虽然游客爆满，但长孙皇后何喜却显得游刃有余。这效率还得是皇后娘娘啊！原本还担心他们搞不定电脑手机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除了王宝宝那个新来的愣头青，这些老员工玩得比我还溜。大部分游客熟练地刷着手机2维码过闸机，极少有人需要人工买票。秦瑶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满是欣慰。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秦瑶走到了大门口，这里站着2排如松柏般笔直的身影，安西军。一早的时候，这里冷冷清清，他们就站在这。现在景区变了，人多了，他们还站在这。老郭、老罗，辛苦了，为秦总效力，不辛苦。听说你们最近在那边动静不小，都打到哪了？也没多远，就罗协。啥玩意？你们都干的？罗协，对，罗协成，那是吐蕃老巢啊。秦瑶不可思议地看着这群看似憨厚的汉子，历史上大唐的遗憾，在他们嘴里怎么跟去菜市场买菜一样轻松？还没到，但是不远了。不是，吐蕃人就一点抵抗都没有吗？抵抗倒是有的，但是有赖于秦总您，咱们安西军早已经不是往日的安西军了。就吐蕃那些所谓的抵抗，在咱们手里根本不值一提。面对他们，我们只能用4个字形容：摧枯拉朽。
摧枯拉朽。而且咱们现在壮大了，中途收复各部。将军说了，不着急推进。吐蕃王城虽然近在咫尺，但我们要适应高原，还要攒足火力。等到火力攒足了，一举拿下罗歇，彻底将吐蕃覆灭。看着这群情绪激动的白发兵，秦瑶眼眶有些发热。这是历史的意难平，如今终于要填平了。加油加油，努力挣钱，钱挣得越多，仗打得越轻松。有机会我一定给你们加工资，如果不受系统限制，老子恨不得把90%收入都给你们。话音刚落，面前的安西军们突然互相看了一眼。哎，你们这是干嘛？快起来！秦总大恩，无以为报。若无秦总，便无安西军今天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咱们不行这个，你们要是没来，还没景区的今天呢。好一番拉扯，秦瑶才把这群执拗的汉子劝起来。他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心里暗暗决定下次开会一定要禁止这种过度感谢。对了，既然打到罗谢了，那你们跟大唐联系上了吗？早前是因为封锁断了联系，现在形势逆转，联系大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派人回长安了吗？早前一早就遣人回了去，只是路途遥远，且当时境况不同。那你们现在再派人回去啊？现在路通了，肯定更快。秦总，我们已经不打算再派人回大唐，去长安了。不回去了，这是要自立为王，孤军奋战。秦总，今天来上班的时候，大将军让我们带话，正想问询您的意见呢。什么话？大将军说，您看我们从现在开始脱离大唐，脱离，然后一路向西，咱们一直打到中亚，打到欧洲，打到世界的尽头。秦瑶张大了嘴巴，看着这群此时此刻野心勃勃的安西军，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空白。历史在这一刻彻底拐了个弯。好家伙，我直呼好家伙！脱离大唐，不立皇帝，只向西征服，这帮安西老兵的脑回路，简直是领先版本1000年啊！秦总，大将军原话是：大唐已非太宗之大唐，若回大唐，终究是走封建轮回的老路。郭元培停顿了一秒，目光灼灼地看向帐外现代化的景区灯火。既然到了景区，见了真理，我们便有能力去创造一个真正属于每个人的社会。这书是一点没白背啊！这哪里是安西军，这是思想的火种啊！那郭兴大将军真不想当皇帝？不想，大将军说了，安西军属于每一个人。目前军政在由大将军统领，日后行政我们要推选。那大唐那边你们就不管了？不闻不问，待我们发展壮大，希望能不费一兵一卒将大唐吸纳进来。在场一片死寂，众将忐忑地等着秦瑶的判决。行，这可太行了，我支持你们。多谢秦总，多谢秦总。等等，郭兴没私心，那万一以后谁上台搞复辟怎么办？你们靠什么约束？秦总放心，我们全军上下都是对着您的照片立誓的。您就是咱们的定海神针啊！对着照片立誓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给我送走了呢。早知道就不给你们洗照片了。这安西军这么搞，那其他人呢？秦瑶先逮住了秦朝的喜。陛下给您供起来了，上次祭天，您的照片就摆在最上面 C 位。转头又遇上了长孙皇后。二郎将您放在了凌烟阁最顶上，连城前他们每日都要去请早安呢。凌烟阁榜一大哥，我谢谢你们几家。秦总，正找您授权个肖像权呢。你要干嘛？这马上收复燕云16州，回去就成立个高端汽车品牌，叫老赵莱斯。老赵莱斯？对，高端大气，车头上得弄个小金人，就用您的肖像，还得给您加上翅膀。以后大宋全队开着老赵莱斯，车头顶着个带翅膀的我，要是被熊孩子掰下来，哎呦，谁家飞天秦总断了？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啊！李秦总别走啊，不行不要翅膀，脚踩飞剑也行啊。秦总，赵光义，你敢？你真这么干？给我等着！怎么还急眼了呢？秦瑶本想找赵匡胤管管弟弟，结果发现这哥俩半斤八两。燕云收复之日，朕要立皇下，尊秦总为大宋圣皇，大宋始于秦总。别，还有全世界没打呢，雕像就算了。秦瑶不死心，又去问了一圈。朕要把你的头像印在军旗上，扛着你征服世界。朕打算印在钱上，面值最大的那种。也就李白和赵飞燕正常点，一个放印记，一个放床头。这群坑货不够，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历史，把这些习俗流传下去。秦瑶脑海中浮现出未来世界的画面，每一个庙宇，每一个路口，甚至每一辆豪车的车头。这以后所有的历史上，岂不是到处都是我的神像？搞不好现在的景区里都已经有我的雕像了。把皇帝当保安，让将军当特技演员，甚至把雷公请来当电工。然而看着这群历史顶流乖乖听话的模样，那个始作俑者却躲在角落，对着一张图纸笑出了猪叫。这画面绝了！我要是自己去看自己的雕像，那不得当场显灵了吗？目光所及，景区内一片欣欣向荣。虽然没亲自穿越，但看着历史人物因自己而改变，这种爽感比当皇帝还带劲。爽点是有了，可惜我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现场。算了，忙正事要紧。午饭刚过，霍去病的马术秀刚散场，河岸边又围满了人。这唾沫是轻功水上漂吧？
牛逼，再来一个！王宝宝仿佛已经认命，在河道里辗转腾挪，比第一天还要卖力。秦总，你看咋样？咱宝宝自从想通了，跟了咱之后，这威势都大了点。还得是咱大明的水土养人啊！以前他在前园，顶多在黄河打2个来回，现在跟了咱，这是头10个来回气都不带喘的。好家伙，王宝宝吃你大明几顿饭啊？这就进化了，这也太能往脸上贴金了。嘿嘿，真不错。夜幕降临，这里是雷电法王的主场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雷公助我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秦总，你管管他。咋了这是？别让他到这边来啊！叫他找个僻静的儿去。你看他这一来，我这雷都不香了。行，回头我跟他说说。这咋说啊？那可是李白，除了赵飞燕，谁能跟他抢流量？秦瑶刚安抚完张角，正准备找李白聊聊。景区安保人员追加名额30名。卧槽，想啥来啥！下午还在瞅游客太多不安全，这直接送了30个锦衣卫。来，让我瞅瞅。系统列表全是崇祯朝的锦衣卫名单，不让选新的，算了，直接加人也一样。锦衣卫好啊，有老卫管着，还能带孩子，关键是听话。崇祯这小子有福气啊了2次，一下子给他增加30个大明公股，他不得激动懵了。秦瑶手指翻飞，一通乱点，这对于那些被选中的锦衣卫来说，简直就是一步登天。搞定。落脚点内热闹非凡，老朱搂着王宝宝在说悄悄话，朱棣正对着朱由校和崇祯指指点点，朱允文在角落撇嘴，秦始皇拿着资料在研读，李世民夫妇在旁围观，袁天罡正抓着一个游客的手看手相。德约是崇祯的字，毕竟老叫崇祯总感觉要亡国。哎，这呢？秦总，您叫我。这一嗓子把周围秦始皇、李世民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。好消息，恭喜你！别人上班是赚窝囊费，这位爷倒好，啥也没干，天上直接掉下来30个馅饼，还个个都是镶金边的。秦总，啥好消息？是这样的，咱们现在景区游客多，安保人手有点不够用了。安保不够用？对，原本咱们景区的安保就是锦衣卫负责的，所以我打算给锦衣卫加点人，加30个。等下我把人名给你，你下了班回去该培训培训。秦瑶后面说了什么，崇祯已经听不真切了。当30个人这个数字钻进耳朵的那一刻，他的世界只剩下了电流声。30个，这没听错吧？不是3个，是30个。什么是他妈的惊喜？这就是他妈的惊喜！朕啥也没干，这馅饼就硬往嘴里塞啊！这哪是馅饼，这是金砖啊！别说是崇祯了，这话一出，原本围在旁边的各朝皇帝们瞬间炸开了锅，空气凝固了0.01秒后，全场暴动。多少？30个人！我的个老天爷啊！等会，我算一下，一个人330个。我尼玛，不是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？9000块，那是9000块啊！2000块钱一台报废车。当年高粱河畔，朕要是有8台车轮流换，留那个耶律休哥不跟遛狗似的，1个月8台啊？什么概念？我特么，真苦啊！始皇帝看看隔壁秦皇，再看看自己身后，朕就1个喜，外加2宫女。你们看看崇祯，30个啊！朕的命咋就这么苦呢？朕刚才还在教训这小子怎么治国，怎么省钱，这一转头，他工资比朕高出几倍。9000块，那是多少个电瓶？如果全买电瓶，贫道甚至能手搓一个发电站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但这工资条太不讲理了。眼看崇祯还在发呆，这帮平日里称兄道弟的同事们嫉妒的面目全非，纷纷围了上来，开启了好心劝退模式。兄弟，你吃的太好了，我难受啊！兄弟，我求你了，你跟秦总说你不要，这样你让秦总再从其他时代找人。30个人了，你管得过来吗？要这么多人干嘛？万一回去了他们造反怎么办？没错，咱不要，咱之前这么多人就已经够了，你快跟秦总说啊！弟啊，挣这么多钱往哪放啊？朕这没人，你跟秦总说从朕这选。这帮人嗷嗷叫唤，连亲哥朱由校都忍不住想分一杯羹。崇祯被围在中间，像个被彩票砸晕的锦鲤，完全没反应过来。去，都给咱滚一边去！瞧你们一个个的，羡慕啥呢？不要脸！有简都是咱大明的亡国之君了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中兴大明，瞧你们说的什么话呢？朕还20而亡呢，不比你大明惨。就是啊，我大唐都快亡国了，朕到现在都买不起新车，容易吗我？吴地是亡国之君，我倒数第2啊！朕他妈已经亡了呢，都被撵到海上去了。还有你跟着瞎起哄，太祖爷息怒，开玩笑呢。老朱虽然嘴上骂得凶，但谁都看得出来，他这是替儿孙高兴呢。见崇祯还在那神游天外，老朱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发呆呢？秦总还等你回话呢，给咱快点！这一巴掌终于把崇祯的魂给拍回来了。他看着秦瑶，眼眶瞬间红了，那是一种压抑了100年的委屈和狂喜交织的情绪。朱由检谢过秦总。崇祯这一躬鞠得极深，上半身几乎和下半身折叠在了一起，声音抖得像筛糠。30人，这是整整30个锦衣卫啊！加上之前的，朕的人马翻了1倍。
自为爱卿到景区来，绝我大明王国之威。自此，朕再也不是亡国之君。现如今京城内外道路修缮都将完工，那战场上又绝禁军之患，皇太极人头还呈于太庙呢。现如今又加30人，秦总大恩，朱由检无以为报。哎，拦着他，别！好家伙，这谁扛得住啊？快起来！瞧你给秦总吓的，起来！老朱嘴上说着，脸上却笑开了花。儿孙给老板跪了，他不但不觉得丢人，反而觉得这小子懂事。毕竟要是换了老朱自己，只要钱到位，换个没人的地方他也跪。太祖爷，我太激动了。行了，咱都知道，好好干，别辜负秦总。崇祯站直了身子，胸口的起伏还没平息。他看看秦瑶，又看看身边的太祖爷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这恩情太大了，光跪下哪够啊？必须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。那个秦总再造之恩，那个太祖爷咋了？我回去后能不能把你牌位挑出来，换秦总上去呢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要把谁挑出来？把您啊。只因崇祯一句没过脑子的大实话，大明朝的太庙差点就在今晚迎来一场血洗。此刻老朱眼眶欲裂，拳头攥得咔咔作响。不是，太祖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众人死命拦着老朱，生怕他冲上去把崇祯生吞活剥了。崇祯看着老朱那要吃人的眼神，后悔的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。完了，这下真要把太祖爷气出个好歹来，我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就在崇祯闭眼等死，以为狂风暴雨即将降临的时候，老朱忽然深吸了一口气，停住了。你还敢挑我？反了天了！这样，你把……此时的朱棣正摩拳擦掌，准备帮老爹教训这个不孝子孙。好在老爹面前表现一番。爹您消气，看儿臣怎么收拾他。这样，你把老四挑出去，然后你把秦总的牌位放咱上面。朱棣人都傻了，刚打算松松筋骨尽尽孝心，怎么这就变成被清理的对象了？不止他傻眼，刚才还在劝架的众人也瞬间懵了。看啥？咱是太祖，这能挑吗？肯定不行啊！秦总的牌位能低于咱的位置吗？这也不行啊！这臭小子意思咱知道，把咱挑不就是给秦总腾位置吗？咱也没啥意见，但这太庙只能放9个牌位，咱看挑老四出去就不错，毕竟他都成祖了，挑出去放在一边，咱看也没啥毛病，不是？这不是更合适了一点？好家伙，合着老朱气的不是崇祯要动太庙，而是气他动错了人。为了给秦总腾位置，亲儿子也是可以牺牲的。哎呦我去，还能这么玩？这逻辑没毛病啊。那啥，咋了嘛？咱把秦总的牌位放太庙有毛病吗？你他妈真不要脸，还带这样拍马屁的呢？你真恶心！老朱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刚想据理力争，却发现这群人的眼神变了，那不是鄙视，那是居然被你抢先了的懊恼。好主意，寡人觉得也可以立太庙，把秦总放在最上面。没错，朕大唐的太庙位置还多着呢。前头朕还说把秦总放凌烟阁，咋就忘了太庙了呢？太庙，我咋没想起来？回头我把……赵光义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赵匡胤，你他妈敢把这弄出去？不敢，到我这大宋才2个皇帝呢，位置够。那我也挑成祖出来。这大明朝终究是容不下我朱棣了。立牌位太小，老朽直接立雕像，巨型的。让陛下把秦总放太庙，陛下还能打贫道的脸。秦总以后就是上帝，是咱太平道的信仰来人。秦总的照片就是我以后的头像。其实我早就把秦总放在了屏保上面。眼看场面失控，崇祯傻眼，老朱傻眼，连秦瑶都懵了。这一眨眼功夫，他的牌位这是要遍布历史长河了。不是，天，这咋还越来越离谱了呢？又是牌位又是雕像，这是要送我上天啊！先说好，不要这么干。我一个现代人，你们给我放太庙，像样吗？别一天到晚瞎扯淡。秦总真不行啊！不行，为啥都不行？见秦瑶态度坚决，众人虽然嘴上答应着不会，私底下却是一阵阵惋惜。秦瑶看着这群狂热粉，也是哭笑不得。行了，下班时间别琢磨这些，该下班的下班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再见。人群散去，李白却捏着手机犹豫不决。这头像换还是不换？不换吧。秦总刚发了话，换了吧。那些女粉丝又该发信息说看见我就像见鬼。秦总，我这屏保要换吗？那个你用呗，随便。秦瑶以为这事算完了，太天真了。此时的洪武朝太庙深处，老朱正在干一件大事。爹啊，您往后站站。只见老朱正亲手将自己亲爹的牌位取下来，往后挪了挪位置。秦总得站您前头，您得把位置给秦总腾出来。爹，秦总不是说了不让干嘛？您还要把他的牌位给放上面。彪儿啊，你说秦总对咱大明怎么样？那不用说，恩重如山。那咱能不报恩吗？神仙都要香火，咱没别的能耐，就只能拜谢了。不止咱拜，以后你也拜，咱大明朝世世代代都要拜，等到统一全球，全世界都得拜。但秦总不让啊！你怎么这么死脑筋？秦总只是不让立牌位，又没说不能放照片。来人，把秦总那大头照拿过来。老朱接过一张秦瑶的高清大头照，恭恭敬敬地摆在了太庙的最上方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下没毛病了，赶紧拜。
我刚醒来就给自己把了300次脉，因为梦里有18个皇帝正对着我的黑白大头照磕头，连那几千斤重的起重机掉的都不是建材，而是我那颗足足有2吨重的石头脑袋。我还活着，吓死爹了！那梦太真实了，天地牌位上写着我的名字，起重机吊着我的脑袋，我特么还以为我昨晚睡嘎了。秦瑶在这边吓得魂飞魄散，他哪里知道这噩梦的根源全赖昨晚那帮大聪明干的好事。你还别说，父皇怎么了？这玩意儿看着还特么不如牌位顺眼呢，黑白不分，阴气森森的。但这摆上去之后，咱心里踏实。父皇，这与理不合吧？少废话，来，给秦总把香点上。朱元璋看着香烟袅袅升起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转头看向旁边被挤到角落的牌位。爹，你往边上稍，少吸2口啊，这是给秦总上供的呢，那是咱大明的财神爷，您别抢食。爷爷，把我哥给挑下来。赵光义早就想这么干了，以前没理由，现在为了给秦总腾位置，这理由简直充分的感天动地。秦总在上，受光义一拜。奇怪，怎么突然背脊发凉？感觉有人在动朕的祖坟，不知道为啥，朕这手好痒啊，就想找自己的弟弟练练。来人，把靖王给朕叫过来，朕要考效他的武艺。将军，秦总不让立牌位，那我们之前的想法是啊，将军，求父之说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所谓求辅，是这群想统一全球的安西军给秦瑶立的尊称。哦，就这没了。将军，我是说秦总不让。将军，你这个我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秦总不让立牌位嘛，听懂了。那你咱们是立雕像啊，跟牌位有什么关系？咱们还要立那种几10米高的，手里举着火把的，这叫艺术品，懂不懂？将军高见，立，必须立。怀民啊，这做人要学会变通，牌位不好使，咱们立碑，对不对？这跟牌位能一样吗？这是功德碑。子瞻兄，秦总会不会生气啊？秦总说了不准立碑吗？那倒没有。那不就好了？怀民啊，你看看人家崇祯，哎呀，你说这小脑袋瓜子咋长的呢？你别看一开始老朱咋咋呼呼一副要揍他的样子，指不定心里乐坏了。重要的是啥？是在秦总面前露脸了，晓得不？有道理。再说了，没有秦总，咱们是个啥？咱俩还得在外面流放呢。没有秦总，百姓能吃上高产粮食，咱们能点上电灯，咱们不能没表示吧？就算被秦总骂，咱们受着就是了。有道理，咱们得记着秦总的好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来人呐，把官家给我叫过来。空气凝固了3秒，张怀民的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。你要死啊，还叫官家来见你？你咋不上天呢？你就不怕官家再给咱俩流放了？你飘得很啊你！顺嘴了，说顺嘴了，主要是想到给秦总立碑兴奋了。走，咱们去见官家。各朝各代的变通执行，直接化作信号流，冲进了秦瑶的脑子里。不，我还年轻，这梦太吓人了，又是碑又是画像，还有把我摆在天地上面的，我得找袁天罡那个老神棍解梦。这老小子虽然爱装，但本事还是有的。此时 NPC 们正成群结队来上班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气氛祥和。秦总早。秦总气色不错啊。秦总吃了吗？袁道长，快救命！秦总何事惊慌？快帮我解个梦，太邪门了！我昨晚梦见一堆人给我上香，不是立碑就是挂画，还有个起重机吊着我的头，还有人把我供在神龛里。袁道长，你说这梦是不是预示我要嘎了？秦瑶这一嗓子出来，原本热闹的聚集点瞬间死一般的寂静。卧槽，咱昨天刚摆的照片，秦总今天就知道了，这监控装到脑子里了。完了，立碑的事儿爆雷了，秦总这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无量天尊，贫道昨天也偷刻了个长生牌位，这也梦见了，这怎么解？这没法解啊！说话吉凶如何？是不是大凶之兆？这可，秦总你怎么能迷信呢？是啊，秦总做梦嘛，就是大脑皮层活跃，什么碑啊像啊都是幻觉。对，这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纯属生理现象。秦总，咱们都是现代人了，要讲科学。贫道不，根据科学研究，这就是大脑在整理白天的内存碎片，没有任何寓意，绝对没有。秦总，你要相信科学啊！你们这帮古人跟我讲科学。秦瑶挠了挠头，看着众人真诚又慌张的眼神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把5个封建帝王按在椅子上开会，那修长城的狠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迷信，连那个算命的牛鼻子老道都掏出了一本心理学证书。我就做个梦而已，至于给我开批斗会吗？这画风是不是崩坏的太离谱了？不是，你们这……空气凝固了3秒，嬴政整理了一下龙袍的领口，李世民战术性后仰，袁天罡把手里的罗盘藏到了身后。嗨呀，秦总，以前咱们是愚昧，所以才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，你怎么能相信呢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！就是啊，秦总，您看咱到了景区来了，接受了现代教育，才知道以前炼丹有多迷信。秦总肯定是累了，最近没休息好，这是神经衰弱的表现。秦总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大哥，你是袁天罡啊，大唐第一神棍。
阿布，国师，你跟我谈神经衰弱。是啊，秦总，你身体要是有点什么问题，那我们不得心疼坏了。秦总，你没感觉身上哪里不舒服吧？这得去医院拍个片子吧。刚才还是一群迷信头子，转眼变成了养生专家，这哪里是关心身体，分明是怕秦瑶继续追问那个梦的寓意。袁道长真没寓意。秦总，什么寓意都没有，解梦没有这一茬，要有也是好的，大吉大利。不过您真的注意身体，是吗？这帮老狐狸嘴里没一句实话，但我这身体好像确实挺硬朗的。我身体还好，没啥问题。那行吧，那算了吧。那你们忙吧，没吃饭的去食堂吃饭。这句话就像是发令枪，眨眼功夫，刚才还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，瞬间作鸟兽散，跑出10米远。这帮人还不忘互相交换眼神，眼底全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得亏忽悠过去了，要是我自己指定不好糊弄。幸好袁道长没给甄姐，都是好人啊。秦瑶还没来得及细想这帮人的猫腻，口袋里的手机就震动起来，是大明木匠皇帝朱由校打来的。一座巍峨的大殿拔地而起，不是影视城那种塑料质感，而是真正的金丝楠木、琉璃瓦，每一处榫卯都透着皇家的威严。这里仿佛直接把紫禁城搬了一脚过来。秦总，您看还可以吗？岂止是可以啊，简直绝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有现代元素在。你们这技术是真的牛逼，这就叫专业。这要是放外面，不得修个3年5载，这帮人几天就干出来了。秦瑶记得清清楚楚，这地方原本是个破烂危房，当时他都打算放弃治疗，直接重建了。结果朱由校和鲁班拍着胸脯立军令状，现在看来，这哪里是修缮，简直是神迹。既然没问题，秦总，那您看还要优先修什么？还是我们自己看着来？有没有哪边是急需用到的？咱们景区等着开放的。没有，不着急，你们好好休息一下，这才刚干完一个大工程，休息一下再说。听到休息2个字，这群工匠就像听到了什么恐怖故事。太呀，不能闲着，闲着浑身难受。是啊，景区还有那么多东西等修缮呢。咱们景区这么大，要是因为没修缮好不能开放，太浪费了。是啊，咱们争取早日呈现一个完全的景区出来。说完，这群人提着工具箱，像饿狼扑食一样直奔下一个工地，拦都拦不住。这年头，连古人都这么卷了吗？秦瑶掏出系统面板，一行金灿灿的大字差点闪瞎他的眼。景区 NPC 中型节目单。中型节目以前都是小打小闹，这次直接来个中型的，这意味着大批 NPC 进账，还有全新的表演项目。系统终于做个人了。秦瑶压抑住想仰天长啸的冲动，迅速做完选择，脚下生风，直奔锦衣卫驻地。那里还有一份惊喜在等着他。魏忠贤正背着手，像个教导主任一样训话，在他面前站着一排新来的锦衣卫。秦总，这都是咱们大明新来的锦衣卫，都已经调教好了，快些的给秦总见礼。我等见过秦总。这一嗓子气吞山河，但更让秦瑶震撼的是这群人的脸。镜头慢推，清一色的飞鱼服，绣春刀，身高目测全员1.85米以上，剑眉星目，宽肩斩腰，这不是锦衣卫，这分明是大明第一男模天团。好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到景区，来了以后都是自己人，不是老魏。你们这跳的可以啊，这一个个长得都跟主角似的，这不得迷死景区大姑娘小媳妇的，就这扮相。那当然了，咱家和皇爷研究过了，现代社会不打打杀杀，要的是流量，要的是颜值，这就是咱大明的门面担当。主要陛下和老奴想着吸引人，都是特意挑选的。秦总，您看还满意吗？好，不错，好得很。秦瑶看着这群行走的荷尔蒙，仿佛看见了无数女游客尖叫着买票进场的画面。但她突然想起刚才系统的提示，脸色一正。老魏，那个你赶紧叫周英秋他们带他们去上班，顺带在景区逛逛。以后相处的时间还多，大家以后再了解。我这还有事情，你们就先忙起来。是，这就是神仙，神仙跟我说话了，这辈子值了，以后在仙界好好干。老魏，你赶紧回来啊！几分钟后，魏忠贤一路小跑回来。秦总，咱们这是马上要来新人了。还挺多的，你得招待啊。我手下有800个员工，全都是死了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名人。别人上班要钱，我们这上班，员工早就没命了。这不，我又给手下最得力的老员工魏忠贤找了个新同事。马上要来新人了，还挺多的，你得招待啊。来新人了，太好了，又多了一些同事了，咱们景区又壮大了。对了，秦总，来的是谁？商鞅。商鞅。哪里？我了个去！商鞅他魏忠贤不可能不知道的，这可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。而且秦之所以能统一6国，商鞅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但是商鞅的死法，秦总，商鞅到景区来表演的节目，该不会是被车裂吧？秦瑶笑着点了点头。魏忠贤一想到那场面，忍不住嘴抽搐了起来。老魏，你说这节目刺激不？那指定刺激坏了。
就在俩人在这区商鞅的时候，此时公元前356年，秦国。此时秦孝公端坐在主座上，跟前两边有大秦文臣武将贵族等，屈膝而坐。有功必赏，将士们才能用命，此乃强我大秦之基。若失此法，每逢战事，我大秦士卒在战场上无有不奋勇之人。大王，只要将士用命，那六国算得了什么？主座上的秦孝公被他这一番言语下来，激荡的是脸色都红了。军功确立，大秦不乏能战之士，然国强非此为一，须得重奖耕之，使我大秦仓廪丰足，国不可乱。邻里互告，要使人人自危。商鞅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的东西，在座贵族却也是有不少隐晦的咬牙切齿看向商鞅。大王以为如何？秦孝公听了这话，拍案而起。好好，既然你提出来了这20等军功，那便从你开始吧。寡人任命你为左庶长，此次变法之事，交由你全权负责，你以为如何？听着秦孝公的话，这一刻的商鞅只觉得自己是找对了人了。商鞅谢过大王，定不负大王厚望。秦孝公笑了起来，他此时好像是已经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大秦展现在了面前了。此刻的时间，另一道声音在商鞅、秦孝公以及此时殿上多数人的脑海中响彻了起来。景区节目南部城市先神显灵。这一刻的时间，秦孝公都不由得慌乱了，商鞅也跟着懵了。节目车裂啥意思？刚才还侃侃而谈、高谈阔论的商鞅有点反应不过来了。你们也听见了？他所询问的正是脑海中的名单之人。一群人慌张点头。莫不是有人戏上？放屁！谁能在脑子里说话？大王，恐怕是神仙相招啊！快去准备，不可怠慢了。此刻一边准备一边只剩下慌张了，让带部分士卒竟然还要带绳索战马。还有一个叫秦孝公奇怪的是，寡人到景区的身份竟然是秦惠文王，寡人乃嬴驷。嬴驷是他儿子，此时尚且年幼。咋到了景区，我还成了我儿子了？不过秦孝公不能理解就对了，系统给的这个时间点选得太坑爹，变法才刚开始就拉过来演10几年后的节目。秦惠文王这时候还没上位呢，还是个小孩呢，只能是秦孝公来演自己的儿子了。咋还没来？他来回踱步，他脸上写满了等着看戏的兴奋。老魏现在是熟读历史，这时间一给他掐算一下就知道这时候的商鞅还没开始变法。那这到了景区来，知道了历史，哎呦我去！别说是他了，秦瑶都笑了起来。应该快到了。就在秦瑶这话说完的刹那时间，忽地落脚点内白光闪烁，来了。这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，面前就多出来了一连串的人影来了。毫无意外，正是秦孝公一群人，外加上车马，他们还带了绳索等。在一群人还都在懵逼的时候，就锵的一声，下意识的惊恐拔剑了。慢，收剑！秦孝公明显是紧张的不行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可是仙人所在的地方。敢问两位此为何地？我是秦瑶，景区的负责人，这里是景区，欢迎你们来到景区。秦孝公心头一紧，负责人，得亏没叫秦族妄动。放轻松，景区没有危险。你是嬴渠良？正是。一般人哪敢直接就叫秦孝公的名字？但在这里，秦瑶问了之后，秦孝公只剩赶忙点头。哪位是商鞅？听见这话，商鞅赶紧站了出来。不才正是商鞅。这时候的商鞅还年轻，看起来也是意气风发的感觉。秦瑶一回头，就见到魏忠贤正笑嘻嘻的冲他也看了过来。好，既然你们来了，相信你们还有许多疑问，不过这些疑问等下就能给你们解释了。老魏，你们跟咱家来吧，咱家给你们解释。这秦孝公一群人进去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那惊呼声就阵阵传来了，还跟着一声惨叫：公子何故杀我？我把一群活了2000多年的老古董扔进了现代景区，还嫌不够刺激，我当着他们的面播放了他们每个人的被嘎合集。刚才魏经理跟你们讲的东西可能有点多，这样给你们一点时间，你们消化一下，一会我再做其他安排。以前秦瑶是没叫过魏经理，那是叫习惯老魏了。秦总，咱家一个阉人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老魏你不能这样啊，你本来就是咱们景区的经理，你说对不对，魏经理？老魏讪讪的笑了起来了，笑得甚是害羞含蓄。新节目得叫剪辑师过来。有这个时间和功夫，这外头先秦这些人也是逐渐放松了一些，终于是能表达了情绪。魏经理刚才给介绍的，光是粮食种子，按照那个产量种下去，吃都吃不完。如果我大秦种的都是这样的粮食，不管是粮食，太多我们甚至听都没听过的可以种下去的东西，他们甚至都不吃素食。还有那可以在天上飞的呢，人隔千里竟然可以互相说话，甚至能看见对方。那汽车，对，那汽车竟然能日行几千里。这么一说，顿时场面喧闹了起来。秦孝公自己也在那感叹呢。看完历史，秦孝公深知商鞅是大秦的功臣，大秦强大的关键。但是这历史吧，商鞅这变法之事，秦孝公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见商鞅惊慌开口道：不敢，可不敢这么干的。啥？这变法还没开始呢，商鞅这就不愿意干了，这可是叫秦孝公直接懵逼了。这不知道历史也就算了，变法之事，或许是一国不变，这怎么能行？左庶长，
这其中定有误会，那历史未必就能尽信呢，那都是后人之言。这变法都延及至此了，岂能半废？然而这时候的商鞅，这在没看到历史之前，那还信誓旦旦、信心满满；但是在看了历史之后，他是真不想干了。但是这下场是车裂，好家伙，这谁能扛得住？这要是换个一般的死法，但是车裂那死的可老惨了。刚才魏忠贤还给放了影视剧，那里面车裂的场景，看得商鞅现在都还脸色发白，心有余悸。大王，变法之事有待商榷，我所思多有弊端，还要从头梳理。不能干，真不能干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商鞅在瑟瑟发抖，手疼脚疼，感觉脖子勒。寡人这么跟你说吧，跟寡人没关系。你看寡人死了也没动你，甚至想在临死前传你王位。历史上确实是有这么回事，这一点秦孝公倒是没说任何的假话。都怪嬴驷，这样你大胆放心变法，寡人。秦孝公想说不传位于嬴驷，但是这话还没说出来的时候，却想到历史记载了秦孝文王嬴驷算是大秦6世之一。秦孝公赶忙改口，寡人哪怕是将来百世，必然在临死之前嘱托嬴驷必不能动你分毫。寡人死前就为你做足准备，定然护你周全。秦孝公说的诚恳好听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没看历史咋都行，这看了历史。史书上说传位是试探，史书上说变法得罪贵族阶级，史书上说车裂本就是大王临死安排。不能想这些，越想心越凉啊！车裂啊，那得多疼啊！大王，我怕。乖，不疼的。你今日刚领的左庶长，姓寡人的。不是，寡人不是这个意思，寡人是说不会的。哎呦，真不会的，寡人求你了，干了行不行？大王，大王你鞋脏了。商鞅是铁了心的不愿意干了，任凭秦孝公苦口婆心也没用，那跟着来的王公大臣贵族们却不是个滋味。想来我们也是被逼无奈。商鞅大才，只是可惜，所谓人不为己。他们正在这心里头唏嘘呢，劝不动商鞅的秦孝公一回头，瞧见了这帮人这个样子，这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啊！看什么看？再看寡人抠你们眼珠子！秦孝公怒骂他们的同时，闲着没事的商鞅抬一条单腿，在地上搓来搓去。这地是真滑溜。刚这么想着，他下意识摸了一下脖颈，咋疼了呢？瞧得出来，商鞅这心理阴影，这一时半会的时间，多半是过不去。这时候，秦瑶和老魏从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。怎么样，消化点了吧？见过秦总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不然怪麻烦的。既然你们也消化的差不多了，那咱们干正事。任凭秦总安排。那好，我先带你们在景区内转转，熟悉环境。这才从落脚点出来没多久的时间，这迎面就撞见了游客。新人没见过。我去，景区又加了新节目了，还得是灵山景区啊，真是来着了。巧了，这不是今天能看到新节目吗？确实是新节目，晚一会咱们就能开始表演的，一会就能看到。一听见这话，游客们更兴奋了。太好了，今天门票花的值。哎呦喂，你们景区这么多的节目，咱们怎么能看得完啊？灵山景区真的良心，这景区门票才几个。游客正要感叹，但是下一刻的时间却被捂住了嘴。瞎叫唤什么？人不在的时候都能把人给招来，你还当面说想死啊？刚才说话的游客恍然大悟，显然是想起来了什么来了。卧槽，给忘了。见此一幕，秦瑶忍不住挑了挑眉毛。接着说啊，是不是门票太便宜了？但这话到底还是没说出来。到了赵光义那，这个叫赵光义，就是宋朝的一个皇帝，他在咱们景区。来新人了，哎呦我去，等会你们这衣服，我咋看像大秦呢？好在得知是秦孝公，赵光义舒了一口气，合着是嬴政他高祖父啊？中间差得远着呢。哎呦，来了就是自己人，以后大家一块玩，要不要上车我带你们漂移？赵光义兴奋的是话多，秦瑶直接带着人走了。新人，景区来新人，不是？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呢？我刚把景区今年的 KPI 指标翻了3倍，正盘算着怎么把那群摸鱼的皇帝抓来加班，结果一扭头，好家伙，来了一对新人，领头那老头气场比我见过的所有皇帝加起来都足。景区里的苏轼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连招呼都来不及打，嘴里已经开始念念有词。1个、2个、3个。数完，他转身就往奶茶店的方向狂奔。临近门前，他猛地回头，等会去哪找他们？秦瑶还没来得及回话，他就已经急得跳脚。秦总，传统，景区的传统不能丢啊！好，我先带他们溜达溜达，一会就给他们带回落脚点。哎呀，得嘞！秦瑶带着这群来自先秦的老古董们，开始了一场跨越1000年的历史速成课。那位是汉武帝刘彻，这位是被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，还有那位从一个乞丐登顶权力的明太祖朱元璋。
他们都是皇帝，而不是王。疆土是我大秦的树本，整个天下都在他们的脑中。他们的朝代无不是当时的世界之巅。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他身边的商鞅也感受到了君主的失落。大王，彼时非此时，不可同日而论。认真说来，还是我大秦奠定了后世万代的基础。商鞅的话让秦孝公的眼神重新燃起了一丝光芒，而他们此行的终点也到了。未来的千古一帝，眼下正一屁股蹲坐在地上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累死朕！这哈怂不好好的在赛场训练，跑朕这儿来练腿了。一个赛道的马就这么快。他正嘀咕着，一抬头就看见了秦瑶带着的一行人。景区来了新人，不对，这扮相，这装束好眼熟。他立刻站了起来，迅速拍了拍屁股上的灰，试图恢复君主的威严，但眼神里的狐疑和激动却藏不住。秦总，他们是景区新人，先秦的人。这位是秦孝公，赢渠梁。我看见那老头正激动地打量着他那两个争气的来孙，他不知道这俩一个比一个坑，尤其是那个年轻的，张嘴就能把天聊死。吃了没？啊，吃了。没吃，我带你们去食堂，顺带让苏轼给你们做一杯奶茶。哦，吃了啊。场面一度十分尴尬，嬴政讪讪地立在原地，我旁边的老魏肩膀抖得像装了马达。这孩子倒是新颖。但秦孝公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君主，他非但没生气，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起眼前的两位后辈。看始皇帝，那是统一六国后的睥睨天下；看嬴政，又是气吞山河的少年雄主。他越看越满意，眼神里的金光都在闪烁。好孩子，你真是有心了。除你之外，尚未有人关心寡人上是否，寡人心中甚慰啊。就在这祖慈孙孝的感人氛围里，秦孝公的眼神不经意地扫过人群中的商鞅，目光瞬间变得复杂，略带蹉跎。商君，到了此地，变法之功过，又该如何论处？这一丝情绪被嬴政敏锐地捕捉到了。商君变法，功在千秋，为我大秦立下不世之功。到了景区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但商君之才，更是我大秦发展的重中之重。不错，景区内有千百年来所成之法，现代建设架构更是卓卓。有商君在景区出力，每月工资流水不绝，定能再助我大秦昌盛。我等所求，在到了景区之后，才知过去着实是小儿科了。秦孝公一听，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两个来孙在给他，也是在给商鞅吃定心丸啊！他心中一阵感动，刚想再夸几句，哈哈哈，大家都在呢。哎呦，可是叫我好找啊！我来了。话音刚落，就见苏轼推着一辆小推车，满面红光，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。车上稳稳当当地放着十几杯颜色诡异的液体。这是？此乃现代饮品，专门给你们做的，这可是好东西，给你们尝尝鲜。这如何使得？太客气了，当不得如此劳烦。苏轼你不麻烦，这还是咱们景区的传统，新来的都要喝的，喝完咱们就是自己人了，有种回家的感觉。苏轼一边说，一边飞快地把始皇帝拉到嬴政身边。嬴政心领神会，拽着始皇帝的袖子，两人默契地扭头到一边，一个看天，一个看地。都说的是传统了，管什么？得到了最高指示，苏轼的胆子更大了，他像个派发圣水的使者，挨个将奶茶塞到先秦众人手里。来，一人一杯，这个叫吸管，对，用尖头这头，别怕，用力戳下去，对，来，听我口令，咱们一块喝，欢迎你们到景区来。在苏轼的连环催促和盛情之下，先秦众人终于举起了手中的圣水，他们对视一眼，带着对现代饮品的好奇与期待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嘬了一大口。毒，此物有剧毒，这是要寡人交代在此地吗？快喝，别停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一口香，两口甜，三口赛神仙。眼看众人面露难色，已经停下了动作，苏轼使出了他屡试不爽的杀手锏。秦总还在这站着呢。此话一出，宛如天雷，先秦众人猛地回头，看见不远处的秦瑶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，眼神里充满了鼓励。先人当面，岂能露怯？喝，就算穿肠烂肚也得喝。下一秒，现场变成了大型酷刑表演。只见这群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先秦君臣，一个个视死如归，对着奶茶疯狂吸入。
娘，儿可能要没了。苏氏小人竟当仙人面下毒，若此节的度，在这奶茶面前，以后还有何事可惧？现代人都是什么爱好？这几千年的差距，连口味都变得如此恐怖了吗？景区哪都好，现代很强大，但是这些奇怪的爱好和糟粕，千万不能学。秦孝公见到一天要饭2000元的朱元璋，一阵感叹：出身于微末，铸就大明王朝，岂是我秦国能比的？我秦国先祖至少还马夫出身。哎呀，不敢，咱其实就是瞎混，咱一开始也没想当皇帝啊，这不是稀里糊涂就当上了吗？叫恁这些仙人这么夸赞咱都不好意思了。老朱脸都笑出来褶子了。虽是亡国，但气节不改，周天子都没有这样的气魄。是啊，而且到了景区来了之后，不仅不会亡国了，还做了中兴之主。还没中兴，就是亡国不太可能了。崇祯朝京城水泥路都铺上了，皇宫都通上电了，这都不算中兴。又见张角，大贤良师看似愚民，实则一心为民。那天下民不聊生，黄巾军不过为天下百姓谋求生机。先秦这些人作为前人到景区来，短时间内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，赞叹之词也就能拿出来这么多了。你们要不要上来玩2下？频道不收你们钱，频道跟你们说，这节目玩起来老炫酷了。没玩过，怪吓人的，而且那炫酷的雷电，看着就……他是真会吗？难不成他真能驾驭雷电？这常人如何能控制得了？老魏介绍历史的时候，张角也给大致介绍了历史传，他会雷电。我们比他时间还早，岂不是也有能人？练气势在我们这个时间多不胜数，难不成真有神人？但是看那些练气势也不像啊。这些人想的也是乱七八糟。你这节目我们就不玩了，我们到景区来也是演节目的，回头到我们节目上玩啊。张角一听这话来兴致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什么节目来着？车猎，就是表演车猎商鞅。哦，对。张角恍悟，商鞅不还在这站着呢吗？我去能演啥？秦孝公还没说话。演啥都行，不行你演我，我是主角，你演我好了。商鞅也是出于客气，让人家过来玩一下，这体验感可不得拉满吗？哦，那还是算了。演个别的也就算了，演五马分尸啊！先秦这些人没安好心啊。秦总，这是一次性的，这来了一趟景区就给车裂了，一个就用一次啊，那这后面节目咋演？秦瑶正要说话，就见张角连忙道：太平军攻城略地，为富不仁的富户乡绅抓了不少，要不下次用完从我们东汉挑。一次性的也行啊，这可都是钱啊，他现在正差钱呢。二手发电机一个，外加蓄电池一个，再加一个柴油机，基本上他雷电法王的名号就可以坐实了。至于10万伏特之类的，想啥呢？车裂的时候上道具就行了，你还指望来真的啊？是吗？别介啊，秦总，咱们景区的节目主打就是一个真实，咱又不是没这个条件，玩真的啊，真的好啊，你觉得呢？前面的商鞅莫名其妙的寒战打了一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商鞅觉得自己的四肢莫名其妙的麻木。秦瑶带着先秦的这群人又在景区转了转，像是汉武帝、王保保、李世民这些人都挨个的见识了一遍，当然几位神医和丁也不例外。到咱们景区来的人都给发手机，你们也有，不过晚上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排练节目，游客们还都等着表演，都听秦总安排。这一个个的接过剧本之后，还是用心研读了起来。这舞马该怎么排练？车裂的时候，寡人是不是要说点什么？国君，一会我们这些臣工要不要说点什么？是不是应该放2句狠话嘲讽商鞅2句？毕竟按照历史上来看，商鞅和我们这些人仇恨不小呢。先秦这些贵族大臣还看了商鞅一眼，商鞅深吸了一口气，把心里的不舒服给压了下来。节目，先在节目上被分尸，以后就不会了。好家伙，这安慰的。剧本没那么精细，反正就按照历史流程，剩下的你们可以自己丰富一下，不过要控制一下节目时长。不过也就在这时候，哎，这怎么了？秦总，这剧本上写的是五马分尸，没错啊。可是前面写的是商鞅被俘，而后分尸，那分尸的时候他岂不是活着呢？对啊。秦瑶理所当然，这不就是五马分尸吗？秦孝公脸白了白。秦总，那个你们现代人都这么凶残。秦孝公带着商鞅刚穿越到景区，商鞅就被要求表演五马分尸。秦总，你们现代人都这么凶残，什么意思啊？活着分尸啊？对啊，
咱们节目是根据历史来的，历史上不就是这样的吗？话正说着，秦瑶反应过来了。等会，你们当时不是这么干的？那个商鞅才到咱们秦国来，也不是寡人弄死的他，所以具体寡人也不是很清楚。要是不意外的话，五马分尸分的应该是尸体，不是活人。至少在咱们那时候是这么干的，而且历史记载上面也写了是商鞅兵败身死，而后被分尸。好吗？秦瑶明白过来了，怪不得秦孝公会这么问他了。真不是我们现代人凶残，而是这个五马分尸，大家一致都是这么理解的。事实上，咱们现代是法治社会，现代人别说是凶残了，大多数人甚至连杀鸡杀鸭还不敢呢。生怕秦孝公误会，秦瑶替现代人辩解了一下，但见秦孝公那懵懵的眼神，就是不知道听进去还是没听进去了。就不改了吧，就按照这样来吧。秦孝公自然是没意见的，直接点头。还说你们现代人不凶残。好了，其实你们这节目也简单，应该理解了差不多了吧？先秦这些人齐刷刷的点头，甚至都做好了分工了。一会你们几个跟商军做叛军抵抗，我们这些人就围攻你们，擒住商军。我就不开口了，我当背景板。咱们都站在城墙上。走，那我带你们去表演场地。秦瑶给先秦这些人安排的场地在城门处。那咱们就先走一遍戏。是。这一处城门外有一处小树林，树林子稀稀疏疏的，不多时就见数名秦族护着一人，直冲小树林而去，而在他们身后紧紧地追着一大堆的秦族。很快，垂头丧气的商鞅就被押到了城门口。这时候，秦惠文王下令之后，就要把马牵过来，然后5匹马5个方向过来。你们牵马的要提前准备好。是。然后到了跟前套绳，这绳子套上去之后，一会赶马要一起发力，这个是重中之重，时间一定得抓好。是。 5匹马自5个方向牵了过来，秦族挽了绳套到商鞅身边。商君，劳烦您抬抬头。商君，劳烦您伸伸手。商君，劳烦您腿翘一下。商鞅下意识的一答应，眨眼的功夫，这绳子都套上去。商鞅，你倒行逆施，罪在谋逆。先君念你才略，委以国政，授以高位，可谓恩重如山。你不思报国，目无君上，专擅朝政，按照秦法，当施车裂之刑，以告天下。这边商鞅的罪名刚念完，城头上的先秦的这些王公贵胄，顺势就开始表演起来了。车裂他，呸，撕得不匀，弄他。先秦的这些背景板，到这一刻的时间，总算是发挥了作用了。这就是我未央的下场吗？可怜我辛辛苦苦为秦，竟然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。商鞅差点落泪，他觉得自己好惨啊。虽然是这种感觉，但是吧，秦瑶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我是没通知剪辑师。他连忙掏出来手机来，给剪辑师打了一个电话。速来，新节目。收到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本来躺在地上好好的商鞅，却是一咕噜就从地上爬了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一边叫，一边去解自己身上的绳子。怎么了？秦总，我才刚入秦，还没犯众怒，咱们节目就异常了。这排练就把我给用了。商鞅人都吓死了啊！说好的假人替代呢？秦瑶一拍脑袋，好吗？怪不得总觉得哪不对呢，想了半天都没想到。没事，没事哈，失误，放心，就算是没记起来，有我在也不会让你出问题的。你到景区来以后就要一直上班的，怎么可能一次性的嘛？而且就算是真出了意外，到了景区来的想要打，他不同意，那怎么可能的？看那傅延青，这都打了多少回了？好像最近打的次数少了。秦孝公也是紧张不已，商鞅一抬头就迎上秦孝公热切的眼神，这眼神倒叫商鞅犹豫了。历史上孝公待我不薄，要。事实上，刚才秦孝公也没觉得哪不对，甚至在下令之后，还想着等下要不要转过身去。面前的秦孝公攥紧的商鞅的手，叫着：“你吓死寡人了！”秦孝公那忧心的模样，直接就叫商鞅感动了。国君爱我。这一刻的时间，商鞅直接就动摇了起来了。不行就干，难不成还能车裂？这都到景区来了，不可能的了。让国君忧心了，索性无甚大事。嗨呀，都怪寡人。好家伙，在这表演君臣相爱的场面呢。好了，幸亏没出事。这样吧，把道具拿过来。将这假人换上与商鞅一样的衣服，这长发覆面，往地上一丢，看着也就像是真人趴在那似的。等到一切准备好，此时的秦孝公已经再一次登上城墙。车裂，行！只一瞬间的时间，只听呲啦一声，赫然是躺在地上的商鞅被5匹马给活生生的拽开了。